因为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经常校庆都会有扯铃队表演，所以呢，我就觉得扯铃这项运动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气，我想要加入他们一起表演，一起比赛。当初想要玩扯铃这项运动，大概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玩，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玩扯铃的这一份乐趣。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教学，然后一起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开心。它不仅可以训练肢体的协调，还有很多抛铃、接铃的动作，甚至可以变化3铃到4铃，甚至5铃，很精彩的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就是当我得到人家的鼓励、掌声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要以扯铃为一个我的表演项目的继续表演下去。比赛在场上的时候，调东调西，觉得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些动作，但是上场了又是2回事，完全没办法专心控制扯铃，会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想起在台上观众或是裁判看完我的表演，为我开心、为我感动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我就会想要继续坚持完成更好的作品。当然会遇到挫折啊，就是当我练一些招式很久很久，可能1年2年的之后，然后我去比赛用它们，结果我是失误收场的话，我就会很有挫折感，然后很想要放弃，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很烂，然后我就会很不甘心。但是没有真的产生放弃这个念头，就是下一次我要强势回归，下一次就会做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去参加更多国外的马戏比赛，然后呢，跟在台北市医大学里面的这群队友编出更好的作品，还有比赛的内容，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国家。我现在会去每个国小教课后社团，然后我希望那些小朋友可以透过我的传承，喜欢上扯铃，而且还可以加入扯铃这个圈子。传承文化，展现技艺。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等你来挑战。飞鼎舞乾坤，传承与现代激荡力与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透过转播一起来欣赏到的是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在今天11月30号的一大早，转播团队是来到了内湖的明湖国小，要为您送上今天一整天的转播服务。我是秉承，在今天的转播工作与身旁的讲仪郑子毅老师 Britney Chen 以及台亚卫星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早安。主播早安，今天真的是一大早，我们刚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已经很多选手在热身了。是，老师，我们说到民俗体育其实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项目，包括今天在3楼有跳绳，对，那还有我们其实在一路以来会看到的一些其他的项目，像陀螺，其实也是在民俗体育里面，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扯铃。扯铃的比赛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呢，老师？基本上扯铃的比赛它凭3个嘛，技术、艺术跟实施。我们刚好可以搭配第一位选手来看一下。你开始会发现他有些同学的动作会有些重复。你发现重复的动作，就代表他是个人比赛的指定动作。是，对。像他一开始，你看他现在用的是这个单头铃，对，而且它是有响声的哦。不晓得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在现场的话会听到这个单头嗡嗡嗡的声音，对。单头铃的开场完之后，现在又换成了一般的。对，因为其实单头铃它是个人比赛的一个规定动作，那规定动作它单头铃嘛，它不好编排在整个团体里面，所以大家通常会先把它解决掉，先做完这样子。对，所以只是为了符合，也是为了符合规定，
先解决，后面再来做自己的这个个人创意的编排展现这样子。就跟在看体操的时候有点像，你一开始比较专心的时候，你先把比较难的动作先把它做完。对。好啦，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公开女生组的个人赛。那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这个是郑康怡，来自马街的同学哦。公开组的话，我们会看到的是4位选手，那这是第一位。对。双林。我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应该多少会觉得紧张，他刚刚其实一开始就有些失误。对，可是其实有的选手基本上喜欢在第一个，不然紧张的时间太久，那肌肉很僵硬，尤其是扯铃是完全靠手的，他一僵硬了，角度不对，到后面其实也不太好发挥。就反而第一个出来比较没有看过其他选手的压力，对，心里不怕。看起来渐入佳境哦。这个真的在手部的动作上面有很多细节哦。对，而且他现在用的，他比较特别的是，他现在用一个双铃的一个换位。那换位的过程当中，他的棍子一定要放得很精准，否则就会像刚刚一样，他没有抓到铃的转速，因为他的扯铃的转速会随着你的难度的叠加之后，转速越来越低嘛。所以他其实刚刚并没有计算好，他铃没有那个速度不够的时候，他其实动作是没有完成的。哦，对。那现在要换3铃了。对。这个细节哦，真的老师要再多提点一点哦。这样子会被秘密都被你学走了。他这个其实他刚刚时间做得很好，他刚刚做一个瞬间的时间差的改变，但是他的那个什么方向有一点没拿捏好，所以他有点偏离轨道，动作就没有成功。是。他现在换了一个颜色的铃哦，这个铃跟刚刚白色的铃不太一样哦。对，尤其是在这个动作，你看选手直起来了，变成3D 的这种状态。直立铃。对，直立铃。直立铃大家通常喜欢用培铃，那培铃的时候呢，它的直立的时间跟稳定都可以持续的比较久，所以它可以一直叠加做难度的提升。培铃现在就是它转速比较快，对，它会比较持久。对对对。那他现在已经一个连续，他直立铃到现在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连续2次的失误，有点可惜。这边又有失误。对，他有点可惜，因为其实这个动作应该可以算是终极的这个放棍的难度，但是我觉得他的力道、他的速度不够快。所以现在这个选手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一个失误，让他后面造成接2连3的大失误。是，所以看得出来，并不是他技术的问题，是他当下的判断可能有错误。好，这是马街学校，就是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郑康怡。那3个不同的铃啊，包括这一开始的单头铃，然后再到了一般的这种扯铃嘛，就定轴的那种。对。然后接下来再接到最后的直立铃。那其实，在直立铃跟一开始的单头铃都是有一些失误的。那定轴的话，好像也有一些小小的失误，但是第一个上场又是一大早，我觉得难免啦。对，辛苦他了哦，辛苦这位选手了。他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1组，因为我们 A、B 场地是同时开赛，对，所以就两边都会有同时第1位的选手上来，对，然后又是全场的第1位，这个又是一大早起来，对，难免会比较紧张一点，对，就慢慢在调整。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下午之后反而精气神比较好，有吃过饭了，然后确实整个人又醒过来的情况，而且身体也热起来，对。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辅仁大学的黄淑珍。他的单头铃反而不是放在第1个。对，没错。他现在一开始就直接用定轴做一个个人的单头铃的一个展现。他一开始走的比较多的是铃的回旋跟身体技巧的搭配。哇，那这里也出了一个失误哦，本来应该是做一个放棍的动作，但是失误了。有接到，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
有点抛太远了。对对。来了。就是个人组里面的话，就是你3种铃都要用到，这算指定的分。没有，他一定要用到这个单头铃，一定要用到单头铃。对，再来就是固定轴的。那有的选手会选择不用陪铃。哦，对，所以直立铃你不一定要出来。直立铃没有啊，直立铃也可以用定轴做，它可以用定轴。对，不要用陪铃也可以，都是看他自己的习惯。只不过是现在很多选手在直立铃上面都会选择。对，因为它其实这种器材的提升，你不用就等于好像你用了一个不太好的手机，在现在跟人家 iPhone 16在比这样，稍微有点让了。像他刚刚也是哦，第2次在做这个放棍的时候又做了一个失误，可惜哦，也是一样，他放的时间点不对，做成一个那个双花棍的一个失误。所以现在等于是2次的放棍都是失误的，对。这次的放棍就还好，对他这次2个对，他这个同时双放棍，这个时间做的不错。哦，好，再做一个空中套铃。哇，刚刚是一个很惊险的，刚刚算是一个蛮冒险的一个编排哦。目前这个选手看得出来，他整个场地都有运用到。有的选手的脚步移动太少，那他整个场地看起来就有点空虚。不过他现在前、左、后都已经走过了，所以看起来场地运用的是有设计过的这样子。我可能阶段性，有些选手或许是刚开始接触，所以他可能要比较专心的在运铃上面，反而你脚步那就是第2排的事情。对对对，但是也有的选手觉得脚步是在妨碍他，他认为他的技巧够高的时候，他不需要那种脚步跟那种音乐来搭配的，就是大家专心在看他的，尤其是炫技就好了，对，不用走来走去。哇，刚刚滚抛也是时间差不对哦，做了一个滚抛的失误。3铃的风扇转起来，对，一样是滚抛。好，这个算是一个3铃的基本变化哦，尤其是现在台湾的这个扯铃水准很高哦，如果可以做到3铃滚抛，应该是参加女子个人组的一个基本配备了。是，好，再来是直立铃放棍360，好，接到背后这里是非常流畅。感觉手感越来越热，对，手感越来越好，而且刚刚偷偷的做了一个调整哦，那他这里算是失误处理的很好。很好，直接接到直升机，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结尾哦。好，这是辅仁大学的黄淑珍。那虽然一开始看起来比较紧张，对，但是慢慢的手感有回来之后，最后再做直立铃，看起来动作，对对对，动作就开始有出来了。对对对。可能哦，确实一大早有影响到这几位前面出赛的选手哦。公开组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大学生。不过我赛前的时候跟老师您聊，老师你有提到一个点，就是其实，在扯铃里面是会有所谓半路出家的同学。对，没错。对，他不是说从小就练到大，而是可能我到了高中，甚至是有人是到了大学参加社团才突然间练出兴趣。对，还突然发现自己的兴趣了。对，突然间发现哦，我好像有点天分，我好像有点喜欢扯铃，我好像蛮喜欢这个东西的，对，所以开始练哦。那当然，半路出家，老师也有提到，他可能会有的优点是，他会有一些我们可能一般比较不会想象得到的动作。对，跳脱传统的编排，对，跳脱所谓的框架，然后你会有一些让人想象不到。对，但同时可能在稳定度上面或比赛的经验会少一点。没错，那种学生跟那种选手哦，他们是属于大好大坏，他们愿意赌，他们比较享受站在台上的瞬间，他们反而不是最在意裁判的评分。就分数怎么样无所谓，我重点是我要先打卡，我今天有来比赛了。好，第3位选手，这是台北市立大学的李宇珍，这也是我看在这个顺序上面呢，同样的单位好像都会尽可能的排在一起。哦，真的吗？我这次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应该是用抽签的啦。
应该是也抽的随机抽签太刚好，因为他们其实这组只有4个人，但等等国小组就会看到很多，差不多学校的三个选手就会都好在一起。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位是林宇珍，开始应该也是选第5手。目前我们看到的这3位选手都是老选手，都是从小比到大的。对，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们的，其实虽然他们失误很多，可是这3个选手都是技术难度是高的哦。对，虽然他在这边连续放棍也是有一个失误，这边好像最后线有点残掉。对，刚刚他连续放棍其实非常抓这个线的时机，你抽拉的一个瞬间，那你只要瞬间没抓到，你看他可是手部的缠绕，他就没有办法成功。也是一个放棍抓棍的瞬间没有成功，这边有的放棍。他现在看得出来哦，他的选择是把前面的东西放弃掉，稳稳的接后面。他前面失误的动作，他没有选择再做一次。你看他现在直接进入到双赢。失误后的处理其实就蛮重要的。没错，因为你要判断你哪一个东西才是你的加分大招，你会选择再做一次，还是干脆放弃？哇，他这个双零处理得很漂亮哦，连续放棍，还有双零的换位，而且他接到的棍子是很精准的，所以刚刚那一套我觉得应该有蛮好的难度分。信心有回来了。对，刚刚好像有几次的失误之后稍微有点手抖抖的，他的脸色也有一点不对。刚刚连续2个大招成功之后，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好多了，脸色都放松下来。3里，而且其中有1颗是黄色的。对，有的时候呢，黄色可能是因为，哎呀，他也是连续滚抛的失误。连续滚抛的失误，在刚刚上一个选手，他确实也是有发生的。3位选手上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失误。对。4里现在要来了。所以等于他3零的动作是没有动作成功的，对，他直接放弃的时候直接接一个4零。4零的风扇，结果有2个零还是还是没有收成功。对。看得出来，这个选手他的编排风格就是以加分取胜，每一个动作难度他都做，他没有做一个过多的花俏的编排或是转场，他都没有做，他就是3零拿分，4零拿分，直立0拿分。哇，希望宇珍可以大口呼吸一下哦，后来再好好的展现出他自己。现在包括是刚刚的3零，还有4零，还有现在的直立，这连续的3个动作出来，他确实对，确实在发挥上面可能都没那么理想。对。啊，他这个灵棍，他上下换位，其实编排的不错，可惜他今天的表演，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伤心哦，连续的加分点全部都没能好好的展现。对，但是选手最后下去的时候，其实笑容是有出来，就是一个就是有完成的啦，有完成的。对。比较可惜的是，他没有展现出他自己的真正的实力，因为这个选手其实是蛮熟悉的哦，其实能力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手哦。尤其她能够自带4零的女生其实不多哦，我们刚刚前面2位选手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哦。可能今天的手感真的还没有回来了。对。所以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在台上的这几分钟，对，但是这仅仅的一场比赛而已，他们后面还会有非常多的比赛或者是表演嘛，对，或交流，那每一次的手感会不一样啦，所以你在当下，譬如说你今天的时候的调整就蛮重要的。对，那或许刚刚这个李淑珍在今天的调整就没有那么理想，所以他有几次可能在放棍之后，自己在接棍也都没有接好。对，像刚刚淑珍啊，还有宇珍啊，他们确实都没有做到自己最好的发挥，我觉得有一点可惜。
对对对，那希望现在林雨桐、千桐林千桐，对，希望千桐可以有一个好好的这个也是台北市立大学的同学。对，然后他开始的动作跟林宇珍选择的是差不多。他的速度非常好，你看他的运铃的力道非常棒，对，气势很足，对，压轴出场，这个也是在女生公开组个人赛的最后一位出场选手。这也是在做一个背后手部小放棍的一个小失误哦。通常在这种专业选手里面哦，他们小失误呢，都会让他后面可能有8拍以上的 miss， 就很可惜哦。放招了。对。刚刚的失误并没有影响哦。对，他直接放弃了前面的动作，接后面的收尾。对。现在台湾选手喜欢做这种连续放棍的，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棍子的展现，零停留在原地，所以你可以选择棍子的展现，或是零，或甚至是身体这样子。我今天来的时候是从后门的操场来的，然后操场上面有非常多的小朋友，都在国中、国小。都在那边做热身，对，就有很多这种动作。对，像千桐刚刚的做的这个连续放棍哦，稳扎稳打，长度不是最长的，但是我觉得他做的很漂亮。接下来进到双铃，两个都有接到。对，而且他高低差做的很好他2个铃的高低一定要时间足够，他才来得及去接2个。哎呀，可惜这是第3抛。对，否则他反抛回来，这个快速的回旋接起来是很漂亮的。你看到他手部的这个灵巧度没话说，快速加速之后马上跟上来双铃旋风金钩，哇，很漂亮哦。收的可惜，但动作完成度其实是很高的。同样也是小有失误，不过我个人这样从旁边看的话，千桐或许是这4位选手里面上来的时候信心是最足的。对，也可能是4号了啦，看了前面3号有3个反正安心了。对，好3铃。但是我发现千桐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你看他喜欢到前面拿铃，然后到最后面做。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喜欢这样子，还是他觉得把距离分出来，可能平常在练习的时候空间这么大，他比较安全感。哇，他3铃的滚抛前面做得很好，但是在最后做一个压叠的时候也是偏离轨道很可惜。今天的4位选手都是在滚抛最后收尾的地方做的不是最漂亮。接下来4铃也要了。把3铃给绿跑，4铃加入。看得出来会做，但是今天手部有点僵硬，对，有点可惜。尤其是他刚刚第4颗，他加入的那个时机点，感觉好像又有在抓到第2颗。对，他抽完的时候，他的肩膀没有下降，就代表他还是很紧张的在做这个动作。直立铃是放棍。很轻松他左右开始内外做得很轻松。哇，很漂亮。放棍的动作真的应该看起来对千桐来讲是比较有兴趣。对，这个比他的4铃看起来熟练度多很多。你看包含他现在失误的时候，他马上的失误调整，哇，我觉得他这个处理得很好。他不需要重新加速，他可以瞬间接着动作。那这里我觉得是，如果我是裁判的，我会喜欢他的失误处理。哇，好可爱他！台北市立大学千桐，这个是在女生公开组个人赛出场的最后一位选手。4位选手上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失误存在的，而且也不能说少啦，就是大家在各个项目里面因为就是3种嘛，固定轴，然后直立铃以及这个单头铃。那这3种好像每一位选手都会有他的失误，对，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而已。对对对，但是今天的失误感觉都在差不多的地方。是。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确实一大早啦，但是对于比赛的选手来讲，这个就是他必须要克服的。是，对，但看起来的话，千桐或许因为真的就是像老师所讲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所以在整体的处理上面感觉比较有信心。
然后在一些也看了别的事务处理上同学的时候，他热身好了，对，他心灵热身好了。对，好，那现在的话看起来是在这个组别上面的换组啦，没错。好，所以在场地会稍微做整理，那我们也是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好。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
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我们在现在要来看到的组别是公开男生组的个人赛预赛哦，这个组别人就多咯。对，尤其是公开男子个人赛哦，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你不是怪物，或者是你不是什么，你是不敢来参加的哦，难度非常高。公开男个应该是所有比赛里面难度最高的哦。OK， 公开组。对，好，接下来哦，我们会先看到的是台大的，台大有分 A、B 队，他们自己啊，他们有2组，他们就可以报 A、B 就有分 A、B 队。好，国立台湾大学的吕艺希，那他们的动作其实跟刚刚在女生组那边的指定动作都是一样的。对，个人赛的指定动作都是一样的，只是就是你自己怎么去编排。像他很可惜哦，他刚刚单头铃要上手的时候哦，他的速度不够，所以他没有上手，并没有成功哦。其实我对公开组是会有期待，因为我前面有看过其他实力比赛的时候，发现哇，公开组的那个观赏性非常的高。其实公开组就是会让人，其实就看他的编排风格有没有合到你的胃口啦。因为公开组都是大人的嘛，他一定是做他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式。现在2个动作都是他连续失误，看得出来他是后来开始练的哦，比较晚开始练。对，看得出来的。半路出家，他是半路出家，可是你看得出来他是这种学习非常快速的选手，因为他的动作难度都不是低的哦。他没有到目前还没有动作是这种基础班的没有哦。通常这种都会有朋友，等下再看他的朋友会是张宏翔，会是张宏翔，可能朋友带他。哇，他这个对他背后要做一个双零高抛的时候，他轨道并没有抓好。刚好又是这个组别上来的第一位选手。好，他这个定点还可以哦。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个双零的定点，就是给自己一个喘息啊。但就是先坐稳，对，就把动作做出来。前面的失误真的比较多。好，他这是做一个定轴的电风扇360转身，还返回来，速度要没有喽。哦，好，他做得很好，他有在零没有失去转速之前呢，就把它救回来。对，他做了一个双零绕脚，算是一个最基本的动作，然后只做了一个个人的变化。没接到，第2个接到，可惜背后套路没有成功哦。其实这个选手他放零的位置压缩到他自己展现的空间了。他是放的比较靠。对，他前面其实有很大的位置，他并没有使用到。好，他感觉有一个双零陪零的套路，也是因为一开始挖零失败哦，后面整个都没有展现到。感觉在调整过了，每位选手上来3分半到4分钟的时间，其实不多。他到现在目前都还在重新准备哦，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动作还开始。哦，他做一个双零直立，这个是陪零特有的特性哦，可以立刻从横的转成直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多。对，而且比较可惜的是，他对于这个整个场地的规划，他并没有处理好。你看得出来，他要哪时候拿零，哪时候放零，并且放在哪里，让他的整个画面是干净的。和在这边，他在这里的准备量，我觉得有一点不足哦。他的场地上看起来好像是散在一片。没错，所以他在这边，他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他可以进步的地方。好，3零滚抛，这里是稳稳的成功哦。好，看起来他的这一轮结束喽。这个是台大的吕艺希，他的零真的就是散在地面上，跟我们刚刚在女子组那边看到的千桐其实就有蛮大的一个落差，因为千桐它就是所有的零都是排排的，然后放得很前面，所以它的场地是大的。对。再回头再看到艺希的时候，我们镜头里面满满的都是他的车。对对对。所以他在这边，下次他在编排的时候，除了选手在编排的过程，除了他自己动作的编排之外，他包含场地整个画面的干净度，其实也要考量的哦。不过就像是老师在最一开始所讲的，有一些半路出家的选手，他或许重点不在于分数，而是在我要上场，我要完成我的准备。对对对。对，虽然说真的是有比较多的失误，但是最终艺希也还是完成了他在这一次中正杯里面的这一段哦。对。
可是我不得不说，其实他刚刚看起来手感是不错的哦。虽然他做的，我觉得稳定度还有他整个编排，我认为他可以再练得久一点。我觉得可能稳定度不够，慢慢累积起来了。对，因为我也不确定他现在是多大，或许他小大一。耶，对，而且那我们未来可以再看到他出场哦。而且其实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2组是公开组哦，就是都是大学生了嘛。对。那我们如果在接下来的比赛一路看到明天，一路到下面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课业上的压力，也包括这些大学生。然后接下来也是台大的同学，但这是台湾大学 A 队的洪翔。看起来分 A、B 队哦，应该就会有技术上面的落差。这很好玩的，有人都觉得好像 A 队比较厉害，可是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可是目前看起来，洪翔他的手感好非常多，他连续的双边的折叠放棍，刚刚处理的很好。你看他棍子回旋的力道也很漂亮哦，看得出来刚刚的同学可能他也有教刚刚的同学哦。啊，这是小的没绕到，这是有点可惜。他这个小失误并不会对他前面的连续放棍造成影响哦，因为那个是在蛮后面的，前面该呈现的套路都有呈现出来。哦，可惜他这边本来对要做一个快速的连续放棍哦，我觉得还可以算是小失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线非常的短？所以他这个地方，他速度要更快，他的精神要更集中哦，才不会 miss 任何一个棍子的抛接。在这个选手里面，如果他要选择短的棍子来做，他就要面临刚刚可能发生的风险。对，速度非常快。看起来短的棍，它观赏性会又更高，对，比较刺激。对，你的收获越大的话，可能风险越大。刚刚就是陷入了那个高风险当中。30，好，30的时间差，这里做得很漂亮哦。滚抛这里也是轨道的偏离哦。今天30滚抛的选手们，可能左边的手臂要再放松一下哦。还是阳光？会不会是阳光？不会啦，从背后来的不会啦。好，他选择重新尝试滚抛，很漂亮哦。对，这才是他应该有的手感，时间高低差分散。哇，再接一个，可惜他今天都是收尾的失败，他把自己的套路拉得太长了。哦，其实套路的长短都是选手可以编，他其实刚刚可以把它分成一个中长度的，就很漂亮了。但是他选择做一个延长版的这样。好，他这个跟开头的放棍有一点重复哦，只是做一个培林的展现。好，很漂亮的连续放棍，还进到背后，哇，很可惜哦。看得出来他是喜欢挑战自己的选手哦。用着直立。他的直立领也是选择用很短的，他喜欢走这种速度的感觉哦。好像真的都是到最后的时候。没错，没错。而且其实这种公开组的比赛呢，常常会有这种现象，选手的技术程度非常好，但是很明显哦，因为公开生这种大学生啊，他不一定有最多的时间投入在这种单项练习，所以他可能会有因为不熟练，或者是有一点赛前的备赛不足的情况，让他失误的。看得出来，他现在也是有点迷失了方向，希望他可以稳住阵脚。好，接一个360电风扇成功，还接一个小放棍，也是一个收尾上的失误，有点可惜哦。好，最后洪翔也是完成了他在这一次中正杯里面的表演。这个是在男生公开组个人赛的第2位选手，前面的话是他同学啦，这一定是同学，大家一定会一起练的。不过奕希跟洪翔其实上来也都是有失误的。
那洪翔的话，感觉起来可能在练的这个时间会比奕希还要再更久一点，而且应该久蛮多的，看得出来洪翔他就是一个完全熟练的选手，就是你光是从他的失误处理，他有一种泰然的一个处变不惊的一个状态哦，你就知道他不是出生之犊哦，他是蛮有经验的这样子，所以可能那些失误啊对他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只会自己哎呀啊这样子笑一下哦。顺便你看他刚刚还推了个眼镜，再来做一个直立铃的动作，算是很熟练的哦。不过洪翔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从建中一路考到台大，哇，我只能说他学科表现也非常棒，学科表现都是有维持住的。对，这个应该是有很多家长现在在看转播的时候，会希望我的小朋友是这样，就是文武双全啦。接下来张宏伦，这个也是台大的同学，那也是在台大 A 队。他也是选择了用一个放棍来做开场哦。那相较于上一位选手哦，这位选手他喜欢用长一点的棍子来做，相对的回旋就比较慢，有很多的缓冲时间。哦，他一个很利落的抛接哦。你看哦，比起前面哦，这位虽然同样都是台大的同学哦，他的这个扯铃的摆放啊，跟整个 setting 啊，就干净很多了哦。不过洪伦应该在参赛的经验上面会比前2位的选手来的再更丰富一点，因为他除了扯铃以外，他还有练溜溜球。其实台湾确实是有一群这样子的玩家哦，溜溜球跟扯铃一起玩的。就代表说还有2个项目的比赛，他都可以参加。对。那在这个难度分我就不敢说，可是至少你看他在场地上面的编排，他就会比较熟悉。像他刚刚运铃，他的手的力道也非常好哦。通常在有这种溜溜球的选手，他们在培铃的表现是很惊人的哦。单头铃。好，他单头铃上手也很精准哦，但是拿了一个最基本的分数哦，他并没有做任何的变化哦。感觉好像选手现在上来单头铃都是走过场。没错，分数有拿到好那就加分，没拿到就算了。对，没有这个是规定动作，不做就扣分。对，他们就基本的至少我不要被扣分的那个。对。好，他是时间差，然后再接3铃滚抛再下来。他目前有点紧张哦，因为他线的长度是有点长哦。对，你看他这个培铃的表现很漂亮哦，难怪是溜溜球的选手哦。我可以感觉到他是稳的哈，在这边线缠到住了。对，没有，他这边用的是定轴。哦，定轴的。对，有点可惜哦。你看他其实如果用这么长的线来做3铃，我觉得他会对于他的手感跟手部的负担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你看他3铃也是过场了，他重点其实是在他的4铃。但他的线应该跟刚刚洪翔稍微换一下。洪翔太短了，洪翔太短了。其实很多的选手，今天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哦，他们的很好，他4铃那个停得很漂亮哦，这是一个很经典的4铃停法哦，内翻了之后挂手停脚。好，也是选择了培铃来做一个直立铃动作的展现。好，他背后这看起来是溜溜的招式哦，不是常常看到的扯铃啊。哦，他上下的这样子错位接换手放棍，我觉得做得很流畅哦，编排得很好。成功哦，他做一个棍子的，对，现在的选手都喜欢这样子哦，让铃瞬间停止，然后棍子继续延展了之后再把它接起来。张宏伦
这位是国立台湾大学3位选手的最后一位哦。那看起来他的完整度或许也是3位选手里面最高的。对，但是我必须说，因为他的前半场的速度放得比较慢，他后面才油门加起来。是比较慢热型的那种。这可能是他的编排。对，他想要稳一点。对，后面手感来了，好，我可以才是他的加分点。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出来，大部分的选手他在30的动作失败，都是因为他的线除了要做30，还要做40。这个时候线的长度太长的时候，确实会影响到他滚抛的这个轨道。所以你等一下会发现，有的选手换1副棍子，换2副棍子，换3副棍子，不同的动作用不同的棍子来做。这种在比赛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但是我们也期待选手可以。减少棍子的交替哦，让画面看起来更流畅哦。所以这个其实在编排的时候，选手就要看自己的能力在哪里。而且确实，他就必须要用同样长度的棍子去练习，其实蛮不容易的哦。因为像我们前面到目前为止，洪翔的话，老师是讲过短，他的线比较短嘛。对，他走的比较短。然后洪文的话是反而是好像长了一点，在30那边的时候，因为他用40的线来做。40的线。对。好，接下来淡江大学的李伟泽，看起来音乐是不是不对？对，所以音乐一出来都有点错愕。对，不过没有关系哦。通常选手不动的时候，我们音乐会再稍微检查一下。对，他现在心里在想，这是谁的音乐？现在是换我吗？这位应该是伟泽，没有错吧？对。现在就是2个哦，一个就真的是赛会不小心放错音乐，一个是不是他送错音乐？一个是不是维卓？你看他的音乐来了。哇，这个是好像有加油团哦。对对对，这是梗吗？对对对。好，伟泽的表演开始了，其实应该早就开始了，这是梗啊。对对对。好，他这边做了一个斗转星移哦，360他有做，比起刚刚的定点，他做了一个单头零的变化。一样哦，做这个连续放棍的方式做开场哦，他喜欢做背后的连续放棍，做一个中长度的设计哦，目前是没有失误的。可惜哦，他刚刚本来在一个基本的连续放棍要做一个后续的延伸哦，可惜延伸的地方有一点小突贼哦。他算是在放棍的地方做得很轻巧的哦，他连双0起0的时候都用放棍的方式来进入哦。你看哦，他连续动作，这可能就是他的特长哦。放棍款的可能就是他的招牌哦。转身。对，高低差时间转身，这个高低拿捏得很好。哇，这边想要对那个音乐。对，如果他反放棍起来，哇，那可能我会有一点为他起了3粒鸡皮疙瘩哦，可惜哦。而且他的衣服，这个是，这应该是小集团的衣服哦，有红色云朵。可惜哦，刚刚的那个音乐没对到，他后面的动作也都没有出来哦。还可以再调整，感觉他应该有蛮多的这种要卡点的动作。这是跟他的加油团打个招呼哦。哦，他也是一样用一个高抛的时间差连续滚翻。哇，很漂亮哦，连续滚翻加内，哇，可惜，可能刚刚开线没开到哦。他做了一个很长的套路哦，后面没成功了之后，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得到评审的青睐哦。也是要卡点，对，但是他这很可惜哦，他刚刚本来是要做一个自由的放棍哦，就是让这个棍子自由的转动，时间差放棍。可惜刚刚的天不从人愿，他并没有依他所想的棍子弹开了。
好，内360进到背后，再接左手360，这里就很漂亮哦。好，做一个经典的背后收。你看它的线长到，你就知道它的扯铃的数量要增加了。哦，40应该是要来了。哎。好，4连目前看起来是熟练的，40滚抛很漂亮，哎，40的滚抛呢，它空中上去的时候轨道没有捏好哦，做了一个空中撞击，可惜哦。5次的卡点机会，我包括他开场的卡点，成功了2个，这个卡点的成功率好像不超过1半。其实呢，这种难度很高的就是他想要做的动作是难度，但是他又要对拍。对，那有的时候。不晓得今天幸运之神有没有在他身边？我想他练习的时候一定都成功的，他才会这样做，对不对？对，包括是他一开场的那个，哇，他把我们也戏耍到了。对对对。不过这个就是活力了，这个就是这大学生的活力，而且代表他们是享受这种舞台。没错没错，我确实喜欢他的表演哦。他就算失败了，他也自己摸摸鼻子哦，再马上开始进入状况哦。我觉得他在这边的情绪价值也给的蛮高的哦。情绪价值是给很高，而且也包括了他旁边的加油团。没错，对，所以我想这个加油团如果能够一起帮忙欢呼的话，像刚刚他虽然是有失误，可是光我听那个加油团的那种吆喝声，大家在那边的共鸣啊，在鼓噪的时候，哎，那个整个场面就又不太一样。没错，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哦。接下来一样是淡江大学的同学哦，这是陈晨硕，看看他应该都是在同样一群的加油团，应该陈晨硕。这边的声音也会蛮大的。淡江大学的话，在男生公开组里面是2位选手，不会是一样的套路吧？这位同学，他的音乐呢？好，钱承硕来自淡江大学。你有没有发现他跟刚刚的选手有不一样的地方？哦，老师，请提点。你没有发现他是左撇子？他是目前我们第1位左撇子的玩家。哦，你看他都是用左手加速。他是这个单头铃放的时候也是放左手。对，不是他就是左撇子啊。他就是左撇子。对。左右撇子在扯铃里面会有差吗？有啊，他的扯铃就是大家都是逆时针，他就是顺时针，所以他跟人家是完全不同方向的。那老师在大部分是右撇子嘛，所以他要自己转换。在学习过程确实空间感应该还不错。没错没错。那陈晨硕也是手感其实算手感不错的选手哦，他刚刚做了一个失误，但是他很快速的弹地救起来哦，刚刚失误处理我觉得是可以加分的哦。好，很漂亮的一个滚抛，接一个旋风金钩，哇，他这里编得很好哦，左右放棍，哇，哇，这里真是漂亮，有信心哦，你看他连续3组的放棍，力道跟抓的时间点都非常好，我相信在这边裁判也会很喜欢哦。他的音乐听起来也是蛮有氛围的，对不对？好，对对对。比起刚刚的选手，他3铃的线非常短哦，这是证明他是非常有熟练度的选手，他才敢用那么短的线。而且好像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选择流行摇滚的乐风。对对对对。哇！加速3铃滚抛对放棍，可惜了，看得出来他想要表现的内容哦。好，他一样直立铃经典的起法，那手感非常好，速度也抓得很快哦。哦，360身体折返，再接往返，再接背后，他这空中暂停也暂停得很漂亮。
哇，动作的节奏感也很不错，对，有快有慢。对对对，他也是从小比到大的选手哦。他的线跟刚刚的比可能有2.5倍长哦。他现在到底要用几颗零啊？第3颗，你看他下面总共有6颗哎。我刚刚在想，该不会这6颗我打就要看到他要上去了吧？通常可能会有1颗预备零，那他会不会等一下有5颗？哇，他这个40的起法很漂亮哦。他刚刚是先做单手线3，再做一个很漂亮的现在运40哦。时间差，他现在应该算是在40进去进得最顺的。对，稳定度很好，40滚抛也很漂亮。他今天滚抛的处理，哇，救得很好哦。他真的是今天手感很不错哦。你看哦，刚刚手上他轻挑了一个做时间差，再做一个马上的单手运30，这位选手的程度真的是很高哦。你有看到场内的其他人都在专心的看他表演，有没有？看见发现圈粉了，圈粉了。这个是冠军的强力竞争者喽。重新再回到40，一样做一个滚抛。哇，4-3-2-1，幅度再拉起来。好，小失误哦，这个不影响他哦，他这个技术难度并不会被他这个最后失败所影响哦。陈硕，这同样是来自淡大的同学。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吊铃的失误是难免的，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对，接下来就是你发生过后，你如何去处理它？没错，尤其是在一个选手他从上要 manipulate 4个零，所以这个4个零，你眼睛要看哪一个？你一个眼睛要看2个。所以其实这个失误是难免的哦。对，目前今天陈硕看得出来，他手感非常热，他选的音乐确实有帮助到他哦。真的是让他比较热血一点。对，没错。你会发现，有的人选音乐是选给评审听的，有的人选音乐呢是选配动作的，有的人选音乐呢是选帮助自己精神放松、精神集中的哦。所以看得出来，他选这个音乐是可以，他听了他是很容易投入的这种音乐选择。对。像如果选音乐的话，刚刚伟泽选的就比较是自己要来做卡点用。对，有大招的。但就是你在卡点的那个瞬间，你一定肾上腺素，因为你会知道那个 timing 准备要来了，小紧张。对，你会比较 focus 的情况之下，你等于是又多了一个点你要去专注。好，接下来这一位是追逐繁星的孩子黄世荣，这个是团吗？不是，这是他可能是他自己取的名字吧。他也是我们的。也 maybe， 我们这些呢都是尊重这个选手他们的单位报名哦。他想要什么？你看他追逐繁星呢，他可能刚上大1不久吧，还在繁星升学的一个过程哦，对不对？这他的繁星是这个繁星啊。我想应该是的。像黄世荣也是我们的老牌选手，他也是很经典的，跟刚刚陈硕一样，从小比到大的哦。他跟他的哥哥黄世伟2个都是台北市很好的这个选手哦。现在都到大学了，我们好像也是看他长大一样。哇，真的，还是他们会遇到老师的时候，跟老师您说是看着老师您长大。哇，他刚刚，哇，他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连续放棍，虽然整个偏离轨道哦，但是还是在场地内哦，他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拯救哦。他在男生里面，你看他的脚步算是很轻盈的。通常男生不喜欢做那么多脚步的变化。那在这边，看一下，哇，他世荣脚步，他算是站得蛮挺的哦，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哦。对，包括音乐，还有他在脚步上面的处理的话，都是蛮有观赏性。对，而且你看他的力道也是很好的哦。第76届 IJA Individual Championship 的冠军呢。IJA 的个人赛冠军 ，IJA 就是叫做那种 International Jugglers Association， 所有的杂技比赛都会去。那台湾通常协会吗？就是这个是国外的，美国的一个杂耍人协会。OK。那台湾大部分是以扯铃的单项加入的。他刚才也是做了一个很惊险的动作成功，我们场内的人也帮他欢呼哦。时间差加放棍，哇，接回来双铃，再做一个电风扇转身哦，很漂亮哦。我很喜欢他刚刚的收铃哦，他马上做一个经典的收铃转身，我觉得很有男子气概哦。刚刚编排的很棒。看他的衣服的话，是来自国北教大。对，没错，他是国北的，也是曾经带着我们台湾的国旗哦上到美国去啊，台湾之光。好，30滚抛直接开场哦。他这个轨道就抓得很漂亮，直接3内翻。
也是小失误哦，我想不影响他刚刚前面的展现哦。卡点，对，很漂亮。他除了马上折叠完了之后勾住缠绕之后，再做一个小放棍，很漂亮哦。反向操作，放棍连续进到背后，再做反转，哦，拯救成功。好，这边看他怎么处理哦。他喜欢做一个快速的上棍收法哦，我觉得这也蛮有他的一个感觉的哦。他目前收铃的方式，大家喜欢做抛接，他喜欢做一个卡棍的收铃哦。40，好，他40也是做这个绕线的起铃哦，有别于上一个选手，他是单手3铃，再做40，他这个属于绕线起法。也是很经典的起法，40滚抛，哇，处理得很漂亮哦，他算是轨道在目前做得很不错的哦。有一个哎呦喂呀，这个可爱的笑容。黄世荣追逐繁星的孩子哦。我借用一下黄世荣自己在社群软体上面的发文啊，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世荣发文上一次是去年咯，对，他有提到了，就是从去年哦，2023年的这个近2年，他每一次的在场上的失利，可能名次上面没有是理想的情况之下，都是在压垮自己的自信心。他有提到这一点，所以他开始会怀疑自己，好像自己可能年纪开始在增长之后，没有像以前的那个反应力，所以在比赛上面的表现也会不尽的理想。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路看下来，大家都有失误，对呀，那就是失误的处理跟你在场上的那种自信心的问题。所以老师在练习的过程中，难免都会失误，也难免都会怀疑自我。没错，而且呢，尤其在我必须要说，每一个运动项目都有它挫折容忍必须要承受的地方。是。那但是在扯铃的这个项目，尤其技术难度提升，它要4个铃随时炸开4个方向，它到底要往哪边去哦？所以在这边，我认为不管他表现的好不好，在他的心理素质哦，绝对都是有一个正向的加分作用。我相信在经历过这个 IJA 在美国的洗礼，有把我们的国旗带上了国际的舞台。那这一次，当然世荣可能在我们今天中正杯里面的这整段下来，也还是有失误啦。但是我看到的是他在这个滚抛上面呢，非常的稳定，观赏性也非常够。没错，音乐的卡点可能也卡得不错哦，跟那个李伟哲比起来。所以其实这几位，我们目前看到后面这几位选手，尤其包含前面2位淡江的，在这个国北的世荣哦，他们虽然都有失误，但是他们的失误并不会影响到他技术的呈现，其实是不会的哦。好，北市大博爱校区，他特别把博爱给拿出来讲哎，因为一般如果北市大，老师我刚刚有问你们如果是走扯铃进到学校里面的话，是在在天母那边？其实也不一定啦，就是看他要报的系所嘛。通常学生是先报自己喜欢的系所嘛，然后才加入，是要到的，对，然后才加入团队的训练嘛，所以不一定。我们也有这个团队的学生，他是来自不同系所的所以他的校区不一样。他是先看个人学科喜好这样子。好，博爱校区的刘耀熙，所以这位也是老师您的小朋友。这我就没有，我看一下他哦，应该不是吧？所以他的练习主要是在博爱。对，因为那边可能也有聘不同的老师，对，没错。但是看得出来他的手感也是很好的哦。而且他穿的衣服是花莲县的衣服，那可能就是从对。好，连续放棍这边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收尾哦。他也是选择一个比较短的一个线来做1个铃2个铃的串接哦。那耀西的话，也同样是除了扯铃的这个项目以外，还有溜球喽。这边很可惜哦，双铃有一个失误的时候，他选择放弃整段双铃哦，所以他刚刚并没有做任何的难度套路哦。花莲上来的小朋友，没错，他是东华附小。
好，30交叉基本的滚抛，再做一个错位哆来咪哦，有一点可惜，有点漏接哦，但是还算是一个中级的一个编排。好，他有别于前面的选手，他是唯一一个有把0放在后面哦，整个场地四面八方都有用到的。他好像是现在唯一一位选手有把扯铃放到后面去的。没错。其实这种前后左右四面都是可以做摆放的。他选择的摆放呢，就是他编排的时候，让他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拿到他要的0这样子。有点可惜。这种动作都是很冒险的哦。他要在一个瞬间0抛高的时候，在棍子瞬间放，他其实只要一个失误，就可能造成这个连环失误哦。好，做了蛮多这种夹停的动作。好，这里算是有拯救起来哦。刚刚在直立铃上面的处理动作都蛮流畅的。对，蛮流畅的，但是他大部分选的算是一个中级的一些动作，基本的动作。好，一样一个抽线40。哇，很可惜哦，他刚刚抽线打开的时间点不对哦，所以他整个下面的30没有扩张，没有空间加入第4个扯铃哦，所以他40等于是很可惜哦，没有成功的。现在40的话是失败，因为你是最后一个没有时间再往前跳。好，这位是北市大博爱校区的刘耀琪哦，看年龄的话，今年应该是大2，因为他在2年前才刚得完是高中个人舞台赛的冠军。对，当时的话，他也是有带着这个冠军的身份哦，在去年度回到了他的家乡花莲县，去为其他有加入扯铃的小朋友们来加油，他的学弟学妹们。其实看得出来哦，他动作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他不是走那种最快速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节奏。是。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他并没有在哪里加入一点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他就是稳扎稳打的那种选手。你看，像刚刚可能有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啊，或者是一些踩点啊，一些幽默风格的一个展现。那在这边耀西他走的就是一种经典选手的一个路线，这样子。好，接下来男生公开组的个人赛也准备要进入到中段喽。就是在整个选手上面的话，我们总共有16位的选手，现在要看到的是第8位了。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杨佑嘉，他穿的这件衣服 Diablo，Diablo， 哦哟，恶魔。Diablo， 它多了一个 O， 你看恶魔是 DIABLO， 扯铃的英文是 OLO， 所以它其实是扯铃的英文单字。对对对，跟那个暗黑魔神还是什么的，多了一个 O， 对对，我们多了一个 O。那是暗黑破坏神。拍谁？别啦。好，一样一个经典的一个单头铃，开始他的表演。杨佑嘉。他的音乐选的是抒情，对，感觉有一点堆叠，后面可能会变。好可惜哦，他刚刚要做放过有点缠绕到他的手指哦，所以他我觉得他动作可能有下修哦。好，做一个身体的缠绕360折叠换边，放棍了之后进到背部，也是可惜最后的一个收铃没有成
成功哦。做一个连续放棍的呈现呢，现在的选手好像蛮喜欢做这种棍子的展现哦，有别于以往。他进的很特别哦，他用了一个回旋，再用一个空中暂留的方式进双垒。好，双放棍接的还可以哦，我觉得虽然位置可以更好，但是还算没有影响到他的后面动作。好，时间差跳绳也算是一个终极的动作，好，很漂亮，这里的力道抓得很好。OK， 来到40的环节，对，他也是，我觉得他的整个场地的 layout， 他算是整理的蛮干净的。对，你看他的场地是很干净的。30看起来就有一点僵硬，你看他的手是有点僵硬，对，所以可能熟悉度还不够、哦。是肩膀好像有对，还不太会做30的人，他先必须要僵硬哦，让这个三角形撑到最大。对，好，他后面失败就是选择一个放弃。好，连续的小放棍接一个360，这里还算可以哦，很流畅，有一点偏台了，但是还没问题哦。好，也是结尾有一点可惜。杨佑嘉，这位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同学哦。阿叶的歌迷借用一下他刚刚的这个背景音乐，歌词里面有提到，就算在不远处有暴风雨把视线给遮住，但是如果选手还有梦，他要怎么认输？对，所以这就是一路以来哦，这个每一位选手无论在哪个项目里面，一定都会遇到挫折。那像现在我们今天的比赛里面，还没有人是完美全上的，但是你如何去面对可能你最后掉零的这些失误，你好好的把你的表演好好的完成哦，这个才是可能这才是我们今天最乐意去见到的一件事。对，而且每一个选手他可能有的失误处理，或者是他这个处理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后面，还是他可以立刻稳住阵脚，这个都是我们期待，我们看到选手有不同的展现哦。接下来这位是曹子宏，那他的单位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他的 IG 账号，或者是他的 email， 还是他的 LINE ID。那我们在这边可能就不方便念了，因为怕太多人寄信给他哦，好不好？而且看起来他是不是才刚过生日？有可能哦。等等会秀在我们画面的左下角。对，等一下大家就知道，如果你想跟他是不是交个朋友，或是加他 Instagram。You're welcome 。刚好是天秤座的尾巴嘛。对。那曹子宏的话，我刚刚从那个操场进来的时候，我有特别注意到他，因为他的头发蛮有辨识性的哦。对，辨识性是非常高的哦。其实他的头发跟他的上衣跟他的领都是有搭配的。对，他就是很喜欢这种很鲜艳的色彩的，像是。或者是他的 lucky color 哦，也有可能哦。对啊，lucky color。那他的生日的那一天也刚好是这个一位这个大明星的演唱会，大家要去抢票。
所以那天应该是蛮轰动的。对，哦，来了，看到了他的单位。啊，生日应该也看到了。这个如果不是生日的话，那我也想不出来这个4个数字会代表什么。好，曹子宏，就是他一样是经典的放棍做开场了。公开组的第9位选手。好可惜哦，这边通常会失败，都是因为转速跟这个棍子的放棍速度没有搭配哦。不过刚刚那小树他很快就处理完成了。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线的颜色特别亮？它目前用的是水线，你有没有发现它很黄的一大条？对，像水线呢，它摩擦力比较低，但是它也比较不会打结。所以我从刚刚到现在，我是只有看到它是用这种特别的线，水线来做一个。那个是在材质上面不一样喽。就是尼龙绳哦。哦，尼龙绳。对。好，他这边滚抛的双铃滚抛的动作都是选择一个比较保守的哦。我们只要他的单铃挑越高，回旋速度越慢，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滚抛选择。我在公开组里面算是比较早进入到4铃的。没错，他完全跳过3铃哦，他直接做4铃的展现。我不得不说，他的这个上衣搭配他这个扯铃的选择哦，在画面上是赏心悦目的哦。因为他身体暗，好，他这个停得很漂亮哦。暗红色刚好配上他比较白色的铃，对，所以我觉得他颜色的选择做得很好。好，单头铃的话是留在中间的环节来做。对，那他这个也是一个过场的选择，走过场。然后直立铃。好，放棍做一个脚步的一个折返。好，360接进到背后，再接一个内放棍。哦，这里进到一下，再接直升机，这里很漂亮哦。好，他3铃直接送高哦，送高做了一个高抛，全部都是空中的变化，做一个连续滚抛，看他会不会降下来做一个3哦。他滚抛的哇，还做了一个换棍连续内翻，哇，他这边速度做得很好，成功的下降变成线3哦。好，这里小失误应该不影响。哇，他很可爱哦。以前我有一招呢，叫做类似那种蜻蜓点水还是什么的复古招，他在3铃里面做了一个复古招在里面。其实那个是完全有别的哦，它等于连环的回旋招式，再加上折叠的招式。哇，他用3铃的方式，没错，他用3铃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双铃电风扇，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个选手。好，这位是子宏，曹子宏哦。那子宏他也是裁判，他这几天也是要去旁边站裁判的。今天稍微有点出师不利。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正杯。那他在赛前的时候，他的铃好像不小心在练的过程当中裂开了，对，所以他今天算是一开场有点出师不利。不过我想渐入佳境，他最后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用3铃去呈现出双铃的这种电风扇，哇，这招真漂亮。对，而且重点是他不是一时做1-2下，他是一个动作如果可以呈现到3秒以上。
才是完整的呈现，对，完整性会有出来。他确实是可以完整的做完，所以我觉得他在这边招式的选择有别于刚刚出场的这些选手哦，他算是个人风格蛮鲜明的一个选手。我觉得裁判对他印象会很深哦，包含他的那个红色头发，对，红毛。对对对，我记得他在之前的出场好像都会走红色的路线。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呢、或许人家就是说他人生中的 lucky color， 可能真的就是红色的。好，接下来看到的这位是辅大的蔡家森，第10位选手。今天他的放棍连续到现在都有一点黏哦，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可能手背有流汗啊，或者是手掌有点流汗啊，让他的线好黏哦。我对家森应该也是会有点期待的，因为他应该是有在街头表演的经验。好，进双铃之前做一些回旋的甩棍变化。有点可惜哦，他刚刚要做这连续的高抛变化的时候，有点偏离轨道哦，他是选择就赶快收起来了。对，他终止这个动作，所以他动作没有完成，但是也没有扣到分啦，因为没有掉落。对，就是做了一拍。对。他现在是直接来做下一个动作。他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看一下他收的怎么样。他走的一个算是在30刚开始入门没多久都会学的动作，所以我觉得他30还不是到最熟练的，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在琢磨在30的部分哦。刚刚的呈现呢是做一个身体跟棍子的错位哦，有别于别的选手哦，大家都喜欢做一个棍子回旋的展现。他刚刚是目前男生一个里面把身体也加入的哦。在可惜哦，在反过来过手的时候有一点小差错哦。好，这有点像是变魔术的招数哦。接直立，他刚刚在直立铃选择做一个空套的动作，其实空套的这种回旋是很看手感的哦，有的时候没套到的时候，你会耗在那边很久哦。以零极限，然后他变成零极限，刚好画面还听到，对，他也是有加入一个零极限的团队练习哦。Over the limit。其实到了大学生哦，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社团，这种有同样爱好的人加入哦。零极限其实也是一个后来才成立的一个，算是一个扯铃团队这样子。不过如果有喜欢扯铃的小朋友，那可能如果学校接触不到的话，也是可以到零极限去。对，其实除了零极限之外，有非常多的一个扯铃团队。其实大家 Google 的话，我想
都不用依赖在学校学习哦。其实外面有很多的学习的管道。对，就有一些可能小朋友是我想要先学个兴趣啦，也不一定要好像是进校队的情况之下。对，那就是可以到这种像是我们现在有看到的蔡家森自己的这个团队里面。那家森这位来自辅大的同学，也已经在刚刚完成了他的表演。下一位的话是北师大的小朋友又来了，老师朱成玉。接下来好像一连串都是你们北师大的，你们北师大在男子公开组里面6位选手，占了1/3了。好可惜，这个绕线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哦。他前面本来还蛮有气势的开场哦，因为这个小失误可能打了一点折扣哦。他目前小失误算是小失误不断哦，希望他现在可以放慢自己的步伐哦，后面好好的呈现。这应该算是朱成玉在上大学之后的第一次中正杯哦。他今年是小大一嘛。像选手如果要选这种音乐强度或者是节拍那么明显的哦，有的时候选手为了对拍哦，他可能那个时候扯铃还不是最稳定的，或者是他的肌肉还没放松，为了要对拍而做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失误。好，这个也是单纯的上手，没有做任何动作。好，时间差接犯规。就一下下，有点可惜哦。他3个0的距离没拿捏好，但是应该是可以救得起来的哦。刚刚有点可惜。好，滚趴这个高低时间，这里很漂亮。好，挑起来的手感不错，他3个0的高度拿捏很好，自己这样子不急不徐的接到。歌是不是有重复了？这首歌刚刚有出现过。没有，他前半段也是这首歌，也是这首歌。他就是这一趴重复放。OK， 那好像刚刚曹子红也是选了这首歌哦。真的啊？子红也是选这首歌。真的啊？哇，他相对起来，他40的稳定度，线内40他算蛮稳定的哦。哇，还算是很不错的收尾，看得出来他在40这边下足了功夫哦。刚刚那个动作算是轻轻松松的完成哦。齐立林，好，放棍接进背，接360，好，接上头哦，有，他有渐入佳境了哦。怎么那么可爱？在最后收铃的地方，突然一个，这叫什么奶油手吗？我们都说奶油手滑掉了，这样。朱成玉，台北市立大学今年的大一新生哦。那在今年度的话，也有去全民运跟着男团新北市的男团拿下第4名的一位选手。那我想，
这个是他上到大学来第一次的全国中正杯，可能一开始真的是稍微有一点紧张，而且或许他也知道老师就在旁边看着他，而且每一次，因为他进到下一个里面，他面对的就是不同的对，那阶选手级上面啦，对。我觉得当然对于选手来讲，应该是说对观众来讲会觉得说你其实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对。可是其实对选手来讲，你的环境是陌生的，那感觉就不一样。而且同样的一个选手，其实你发现哦，他参加国小到大学，他每一个阶段的改变，其实我们这边当老师的或者是当裁判的都看得出来哦，他心境上的改变呈现在他的演出上面。对，我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磨，而且从这个18岁开始成年之后，他又会改变对生活上面整个感觉就不一样。对对对。啊，接下来的话一样是北师大的同学哦，郑康平。我在想，我刚刚可能听到的那一首歌，其实不是朱成玉的歌，因为 A、B 场同时放音乐。对，没错。哦，所以可能跟曹子红撞歌的是 B 场，是别位。对。哇，其实这很难呢，因为你在场上的时候，你还要去听自己的音乐在哪里。对呀，还要别人在帮加油，你还在想是不是在为你加油？对。好，北师大郑康平。好，单头铃做了一个地下过脚哦，这个有一点点冒险哦，因为这个可能因为地板的摩擦力太大，可能会失败哦。好，选择了一个360，轻轻松松的完成单头铃的指定动作。哦，手感很好哦，刚刚做了一个 juggle 的动作哦。好，放棍的时候过脚，哇，他今天感觉手的热度已经慢慢起来了，在这边都是把棍子接在一个最合适的一个点哦，让他的后面动作可以很流畅的开始。他和刚刚的黄世荣一样，他们的脚步都是有对音乐的哦。好，双铃旋风金钩，高抛的时候放棍进背，漂亮，很好。高低差再接放棍，哇，这里做得很漂亮哦。好，转身放棍过手接。好，这里做一个经典的一个手收铃哦。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郑康平选手跟刚刚的黄世荣选手，他们其实是在从同一个国小出来的，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们的一个脚步啊，还有的运铃的一个手势的延展哦，其实是很类似的哦。好，到目前为止，他做的动作他都还没有换过棍子哦，1个铃、2个铃、3个铃，这个也是我们比较期待可以看到的，不会一直起立蹲下换铃棍，有一种有失流畅哦。他在这边的话，他就是处理的不错，哇，收的很好哦，这边给他一个恭喜哦，刚刚3铃收的，对对对。我们今天这首歌是不是第3次听了蛮多次的？第3次，现在我们就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了。好，这个连续的自然放棍，这里也做得很漂亮。其实他的动作很好，你看哦，他除了前后对裁判的走位，还有左右整个场地的运用，我觉得康平在这边也是做了一个蛮好的呈现哦。好，进背折返。其实扯铃有的时候很难的是，你扯一扯了，你会迷失了方向，因为它是360度的。可是刚康平的表演过程当中，他可以很快速的回到正面哦，可圈可点。
好，他这个抽线的拉开的时间就是很刚好的时间哦。哦，撞在一起，可惜了，对。自己觉得有点哦。通常在这种滚抛的时候，我们会维持着左上右下的一个滚抛。最后的 ending 稍微有点可惜，不过郑康平，台北市立大学的同学，也是完成了他在这一次全国中正杯的表演哦。那今年度的话，他的日本行是去了 Osaka，大阪。平常如果要看到这位小帅哥的话，应该可以去信义的街头，他好像会在那边做表演。我整体上面感觉起来，它的完整度也算是高的，而且失误好像比较少一点。对，而且他的失误不影响他的套路。像很多的刚主播也有提到，有些的选手啊、玩家啊，他们可能都会在街头艺人或者是做，有的时候他的街头艺人的目的是在强化自己的一个临场反应，对，心理素质。所以没错，所以他们都会从那个地方先给自己多一些的磨练，再来比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小 case 蛋糕一块。因为真的，你一开始就像是我们在赛前有讲到，老师您这个掌评老师的位置好像也有其他的老师想要来挑战看看，不知道可以做几年哦。对，但是一样啦，就是像是我们自己在配这个转播台上面的伙伴的时候，在台下讲是一回事哦，真的上来讲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的确你在街头艺人上面，你有勇气，你先去考，那个是需要经过考试的。你考试的时候就要有稳定度，接下来你真的上了街头，那又是另外一个考验了。OK， 接下来下一位高仰德，这也是北师大的小朋友。他上来之后的气势还蛮不错的。对，气势蛮不错的，可是感觉他有一点点还没有进入状况。就是你从他的手感，因为他也是一个老牌选手哦，并不是说他年纪大，而是说他们这些都是从小比上来的。哦，你看得出来他的反应啊，跟他的动作选择都是 A 级以上的难度，但是就是这种小失误不断，有点可惜，可能还没有进入整个比赛状况。目前为止已经有2、3次在接棍上面的失误。好，可以哦 ，Butterfly 在过头哦，虽然有一点歪斜哦，你看他身体已经不面对裁判了，但是还算可以哦，45度以内都还是可以接受的哦。除了叠起棍，还做了一个放棍的折返，在没有零数情况下，直接做了一个双零放棍。好，这里全部他目前的失误都是因为棍子没抓到。那如果他这一场整场的风格就是要做放棍的选择的话，那他后面要更加小心哦。好，空中换棍选择失败哦。哇，感觉好像越来越沮丧了。对，对他可能需要慢下来哦。而且看起来应该有在流手汗，所以他开始会有这种要摩擦。越紧张就流越多。哇，连续的失误。对。好，他现在的是选择直接换动作了。没错。好，30接时间差接蚂蚁上树接内滚抛，看得出来，其实他30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哦。那可能因为今天的一些状况哦，让他刚刚收尾不是最完美的哦。肢体语言上面可以感觉得出来，还是比较沮丧一点，因为今天的失误比较多，紧张，对，所以稍微感觉好像表情有点困惑。好，这个是一个经典的40招式哦，夹角证明你的40稳定度哦。
好，他的40打的一个保守牌哦。其实虽然他掉零掉的蛮多的，可是我感觉他，因为他是比赛老手嘛，可能10之8九难免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看他还是有一种享受的感觉，还是可以接受。哈哈哈哈。我在想啊，可能是同样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已经听到第4次还是第5次了。对，想说他可能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想说撞歌了，第2次又撞了，而且现在北师大好像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人都有选到这首歌，还是他这个是不是北师大统一都用同一首音乐？有可能哦。对，因为大家你要练的话就一起练，不要每次在练习的时候因为时间不足，对，放一个音乐大家都一起备赛。原本想说可能只有北师大会用到，结果一听怎么曹子宏已经先用了，然后被学到，被撞到，场地也用了呀。所以可能或许想的比较多，没有啦，开个玩笑啦。但是好听哎，其实我觉得那个音乐蛮，因为现在其实看起来在音乐上面的选择就是 EDM 为主，包括在他的第一首歌那首是 Zed 的歌啦，那 Zed 的歌的话也是 EDM 为主。哦。这个也是在现在，如果去参加音乐季，像我记得之前那个大家河滨公园那边是会有音乐季的音乐节，那个也是就是电音趴，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还蛮流行的。对 OK， 台北市立大学接下来是第4位的选手唐敬渊，公开男子组也准备要进入到最后喽。到尾声了。好，他刚刚很漂亮的一个过脚，通常男生比较少做这种肢体的变化哦，大部分翻或者是过脚、跨腿回旋这种女生特别会做，男生比较少。为什么？柔软度不够。男生喜欢在技术上面做大招，他觉得那个身体的那个加分点太少。好，他刚快速旋转，其实唐俊彦也是目前国内蛮有名的好手哦。哇，刚刚 Juggle 的一个时间差，他这个做得很好哦。扯铃没有转速，来了，侧身翻。扯铃没有转速，他还是可以很精准的勾到，再接一个侧空哦。就我所知，公开组里面是不是有选手为了要把他的这个观赏度再提高，跑去学街舞？非常多。好，他这里也是做了一个拯救的动作，那一套动作放弃不做，所以我们不确定他刚刚双铃要呈现什么。你猜他喜欢什么颜色？就是他现在这个紫色。对对对，紫罗兰。在铃上面应该没有那个颜色上。颜色没有差别。没有。哇，他3铃的滚抛做得很好，高低差，他这个3铃游刃有余哦，轻轻松松的成功哦。你看哦，他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铃来做加速哦，因为他的3个铃的速度要平均，他才有办法做他后面的动作。哦，内翻接放棍，哇，还连放嘞，北拜哦。哎呦，有没有？他没有出现哦，他出现了他就违规喽。扯铃要放在线的外面，选手要在线的里面。他刚刚那个像棒球啦，像 framing， 鼓手帮你补起来。对对对，尤其是在好球带外了，直接拉你，一拉到好球带。他算是有救成功。对，这个放棍好，有点可惜哦，给他重新反一下。哦，他这个连续放棍的画面做得很漂亮哦。你看哦，他的棍子是直立回旋，绳子是直立回旋，棍子又是横的回旋哦，在这边处理得很漂亮。精准的背后，虽然有一点偏离轨道哦，已经歪离裁判45度哦，但是不晓得他是不是刻意设计的哦。哇，这个应该是他的强项哦。从刚刚哦快速的方式直接进到直立铃哦，这边流畅度非常好。好，做一个小拯救哦。唐敬渊在失误之后的救都救得蛮快的。没错，而且他的失误呢，其实他很幸运的地方，他的失误都是可拯救型的，有的失误是不能拯救的。他刚刚那个背后的空中暂留做得很漂亮哦。
啊，有，他又差点要出界了，老兄，注意一下我们的场地哦。我今天的他算是幸运的。对，还有他收得很漂亮哦。好，唐金渊，这位台北市立大学的选手。我觉得他刚刚整体动作的力道哦，还有整个画面，还有角度的呈现哦，我觉得他今天的编排是可看性蛮高的哦。我感觉我现在确定一件事啦，应该的确所有北市大的选手，应该不约而同的都有选到了我们刚刚一直不断在说的那首歌。不是看得出来，应该是大家用一样的音乐。对，有的时候来不及准备，因为其实音乐准备跟剪辑哦是蛮耗时的。所以可能大家就想说，用就是一个人剪，对，要忙就一个人忙，一个人牺牲。对，下次比赛再换谁剪？对，我们大家就抽签嘛。对，就像是那个在医学系里面会有那个共同的笔记，大家要稍微分摊一下。对，今天你要牺牲，下次我来。你做手，我做脚。那他的话也应该是会在场边帮忙做那个没错做裁判。对，还有一些帮忙这种赛场的管理啊。其实这些专长生哦，他们除了自己单项的比赛之外，他们很多的赛事也是依靠他们的哦。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唐静渊老师有特别讲到他喜欢紫色嘛，稍微帮他业配一下。我是大胆判定的哦，因为他在今年度的时候，他好像是在其中的一个有名的扯铃的这个品牌里面呢，有推出一个圣诞限定款，像深夜龙宫的夜明珠般闪耀，命名为深海之巡，就是以紫色跟灰色来定调的这个扯铃哦。那刚刚没有注意他有没有用这个深海龙宫。唐静渊就是他的那个配色啊，对，那他是代言人之一，跟上潮流了，跟上潮流。对，稍微帮他业配一下。好，接下来一样是市立大学。那刚刚的话看到的是2个 A 队的选手，现在是 B 队的选手林承华。其他的学校我不知道怎么去问他 A、B 队，因为我可能也没有机会。但是老师你在我旁边，你们 A、B 队是怎么分？这个就不能讲，就是你会自己看。你现在看的时候，你之后再来跟我说，你觉得是 A 队比较厉害，还是 B 队比较厉害？哦，因为其实我们是这样子，是有3组的，你有发现吗？对，你们还有一组是没有 A 也没有 B 的。对。但是其实也有的时候也没有为什么，单纯是他的名单先收齐，就先打出去。这几个来参加的选手都是技术高超的哦。好，开场一样用一个连续放棍来开启他的整段表演哦。虽然有一点缠手哦，但是这个小失误拯救的还不错哦。好，高低错位的时候再双手放棍，而且刚刚那是干净利落的成功哦。好，高低差他这里接回一个0的这个表现很好哦，套0在一个后空，第2个后空翻的选手哦。有点可惜哦，因为他选择的是长的棍子，像长棍子要做这种连续放棍，尤其是这种折返放棍的时候，难度是蛮高的，因为绳子太长，走的有点慢。
哇，背后接在一个逆方向的转身，这里也很适合他哦。好，这是他第一次做的棍子更换。他手上的这颗好像就是我刚刚讲的紫色配灰色的，可能他们都去买了一批新的，是不是？还是刚刚那个唐金元，所以你们大家都要用一下。好不容易要亮相了，你们要给我一点机会，我是代言人。好，感觉得出来，刚刚30有一点不稳定哦，他马上抓停的时候做一个定点哦，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哦。好，40也是轻轻松松的哦。好，滚抛40滚抛。那最后有失误。其实哦，你看得出来哦，整个表演要到10分钟，其实这个对于肌肉的这个支线它是一直增加的。对。但是很讨厌哦，在编排的时候呢，你也希望技术是往上堆叠的，所以在你手臂肌肉呈现最大负担的时候，你要做40。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吐贼的，对，所以你要不要挑战，把40放在前面，在你的肌肉最舒服的时候，这个都是选手的选择。但是目前很少见，大家还是习惯走一个经典的堆叠，1个0、2个0、3个0、4个0。你现在看起来的话，都是在40最后快接近 ending 的时候有失误产生。对。那个时候，当然他手臂其实在这个扯铃的这种慢性运动伤害哦，可能是肩膀啊，或者是背肌啊，这个时候对他们的对这个肌肉其实都是不太友善的。OK， 对。陈华，台北市立大学，他也是刚从大阪回来，今年是暑假的时候。那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明年也可以期待一下，他准备去法国明日之星的活动，对不对？对。法国嘛，法国是除了林晨华以外，还有其他的同学会一起去吗？他们有3个人一起报名，像法国这种就是世界 audition 嘛。OK。那 audition 你送了影片的时候，你 OK 了，程度到了，他才邀你，因为这种法国的明日之星要进入的难度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在明年1月份的时候，可以期待一下第44届的法国明日节。对，就会看到林晨华的身影。应该可以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他的更新。对，他的 Instagram 至少是还有在更新的，不是像我们刚刚前面，我刚刚是讲在谁？奕希吗？还是好久了？怎么是去年的东西？好，接下来这个是男子公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台北市立大学 B 队的赵玉松，目前看起来 A 队跟 B 队好像都蛮精彩的，都很强，有没有？看不出来有大队跟小队的差别，完全没有，就是都是厉害的。或许就跟老师讲的一样，只是报名顺序了。对，这个 B 队可能就是比较懒惰一点，资料比较慢，资料给的比较慢。好，这个也是玉松也是做了一个经典上手哦，把规定动作先处理掉。你猜玉松喜欢什么颜色？前面看到的紫色，然后草紫红的话，看起来是艳，比较深的那种红。那他呢？赵玉松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像这种糖果红。对，像这是玉松的经典色，他去到每一个比赛参加任何活动，他都是用这个颜色。OK， 所以他蛮出名的哦。而且其实他的粉丝很多哦。他的粉丝很多，是不是？他是属于我们这种连续放棍，你看得出来，所有选手喜欢做的一些连续放棍啊，或者是一些双手放棍的这种套路，他算是引领潮流的一个玩家。怎么说？他会有很多的独创动作。对，所以很多的这种 original 出来都是从玉松先出来的，蛮投入的一个选手。哇，那他来担任公开组的压轴。这期算大轴啦，最后一位不为过。好，一样选择了一个稳住阵脚的双手放棍。有可惜哦，他刚刚其实连续放棍的时候，在做一个错位的套铃哦，有一点可惜，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技术难度是看得出来的。好，这里不影响哦，重新整理一下，因为刚刚动作还没有开始哦。
好，很可惜哦，刚刚那个打劫让他的最后一组动作没有出来。这边也是，这是小小的失误，基本的空中直升机。哇，不愧这个对，自己也是会办比赛的一位选手，走气氛的，对，气氛是应该要烘带进来。有的选手呢，在比赛过程除了在比赛之外呢，也像一个新招发表会。对，他们准备好的时候呢，在比赛中亮相，不一定要拿到最好的成绩哦，但是一定是印象最深刻的。这种其实真的也都是在跟自己在比赛了，在表演，因为你最后我们场上所有的目光就是看着现在这3到4分钟，就是一个选手。刚刚很可惜哦，也在子立林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哦，希望他这边失误可以就此终结哦，不然可能会让他有一点乱了阵脚。好，内滚高抛。哇，他的都是高抛完的时候反边接哦，他这是很漂亮的处理哦。做一个交叉，哇，他在零数很低的时候做一个错位的这样子换零，算是很厉害的哦。3个零同时平衡，零数又不够的情况下，他可以连续的完成动作，这是技巧难度很高的哦。他30到40都还没换线哦，他算是对于30、40都非常有信心的选手才可以这样子做的哦。好，40时间差有点可惜哦。但是在时间上面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音乐结束的时候，通常选手知道还有几秒的缓冲。对，所以他只要在那个时间之前让零全部都停就可以。赵玉松，台北市立大学的这位选手，同时也是在今天男生公开组个人赛预赛的最后一位选手，但是我应该要称他为赵老师。赵老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老师，他在2022年当时台湾还有疫情的时候，有举办了一个 Bubbling， 那个比赛现在还有吗？泡泡铃哦，泡泡铃现在可能会，他们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算是一个推广。那泡泡铃的意思就是你要抛得很远，然后只远只准。那现在呢，在中南部呢，我们有慢慢推到那边了。参加的人数呢不确定，但是还是有持续在进行的哦。对，因为玉松就是主办嘛，他就是主办人嘛，所以刚刚看起来他在整个现场的烘托上面呢，也是把气氛有在最后一刻烘托起来。对，好，这个是男生公开组的个人赛哦。那我们等等的话会看到的，应该会是在10点45分是高中女子组的个人赛，同时也是我们上午场次的最后一组。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稍作休息，等等再回来了。
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接下来要来看到的这个组别高中女生组的个人赛，我们会看到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金门金鼎国小校友队的翁若萱。那提到这个金鼎国小的话，这个是由邱老师所带领的一所学校嘛？没错。那在包括是金鼎国小到他们的金宁国中小，还有金门高中，算是一个体系上来，对，都可以来学习这项传统技艺。那他们其实，在113全国民俗体育竞赛当中，获奖无数哦。以高中这个阶段的话，有拿了7项的特优，3项的优等，还有2项的甲等。其实，在这种有体系的国家，不是国家，有体系的学校，他们越来，因为学生等于说从小培养上去嘛，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收成的时候，差不多在国高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成绩应该都会是很亮眼的哦。所以通常台北啊、南部啊、台中啊，你都会看到某一个国小的学生，他因为学区的关系，他到某一个国中、某一个高中连续上去，所以你会知道哦，像你刚刚说的金鼎、金宁，他们都是一个体系上去的。对，那一路可以到最后是金门高中。不过现在的话，翁若萱她所挂的是金鼎国小的校友队。对，然后她这个是在高中组。对，有的时候挂校友队的感觉，就像是说他的高中并没有帮助他在练习的部分，所以他是回到小学练习的，但他应该还是小学的教练在帮助他，所以他会回去，他没有办法以小学为单位报名嘛，所以他就是用校友队的一个方式。看起来翁若萱应该就是刚刚在画面上面的这一位，不过现在的话，比赛还没有开始，是因为另外一个场还在比吗？不一定哎，有的时候呢，因为像上一组是公开男个，公开男个通常在技术的计算上面，还有评分这里东西的处理，通常是比较繁琐的，所以我们一定会确保每一组裁判他的东西都已经完成了，收走了，下一组才会开始，同时也要等待下一组的裁判到齐哦。那我们等等哦，这个在高中女子组也是我们上午会是最后一个组别了。那高中女子组的话有16位选手，14位选手。如果以高中组来讲的话，其实人数也算是不少。对，看得出来他现在就是之前的，我认为他都是小时候学起来的一个。就是延续型的选手，他并不是在高中突然学起来的。通常在高中的选手比较没有半路出家型的，只有在大学才有可能有这种社团性质之后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那在高中呢，通常都是练家子，从小练到大的这样子。好，那看起来他已经准备好了。是，好，这位是翁若萱。好，这边也是一个零速不够哦，他手的这个翻棍的速度也没有跟上哦，造成的一个小失误哦。再重新调整一下。翁若萱加油。好，他这个做的是一个短短的、很基本保守的一个双零套路哦。
直立铃。好，他目前的选择都是一个比较，我认为比较中速哦，慢慢的一个动作的编排哦，他没有哪边有一个速度上的变化，他现在就是属于慢慢的依照自己的步调做完他自己的个人编排哦。好，从绕线的直升机反接尾变成开线的直升机哦，这边做了一个收铃哦，不确定是因为失误还是他的招式动作编排哦。哇，不过现在这样听起来的话，因为 B 场地那边的音乐也下了，结果跟翁若轩他的这个音乐算是风格蛮迥异的，他有一点音乐把它盖掉了，我觉得有点可惜，是不是有点被盖过去？对，那他刚刚开线的时候，他的角度也没抓对哦，导致他的铃是左右分叉哦，连救都救不了的哦。三铃先运起来，四铃也下来了。好，在动作上面的话，或许也一样啦。在这个组别的第一位选手若轩上来之后，也是有一些失误。他在今年度的时候是有去全民运，对。那全民运的话，在扯铃的女生团体组里面呢，最后也有拿下第4名。那整体上来讲的话，以这一次在中正杯里面，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套的发挥上，算是没那么理想。对，而且目前他刚刚的编排方式是点水型的，他每一个动作他都有点水点到，可是看不出来他在哪一个套路或者是动作里面他有特别深入的难度，目前没有看到，他是每个都做了一点，每个都做了一点这样子。对，但还是借用一下这个若轩哦自己在社群媒体上面所发的一篇文，他这篇文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不要一昧的放大自己的错误。所以这就是一个阶段。那可能在今天的发挥，我们今天前面也有看到是优秀的选手，是练了很久的选手，可是一上来之后也是失误有很多，但就是今天而已，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可能等到明年度的比赛，我们再把它调整回来就好。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王嘉玉，这个是来自恒毅高中的哦，新北市的学校。恒毅在新北市，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它也是一所私立的升学型学校。对，所以他们在整个校风里面算是就是一路的要往上冲的那种学校。目前看起来，嘉玉他的编排模式，他连他的走位还有他的站姿，他都是有编排进去的哦。有些选手在编排这个扯铃动作的时候呢，他并不会把自己的脚步也算进去，可是看得出来嘉玉是蛮仔细的哦。他连他的站姿，还有什么时候该站、什么时候该点，他都处理得很好哦。好可惜哦，刚刚起铃的速度，后来回来的稳定度不够，没有办法直接抽线加速哦。
啊，有点可惜哦。刚刚的这样子错位，再加一个电风扇360，起来的时候本来放棍接到是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连续变化哦，而且这个变化有深入不同的难度哦，回旋、转身、放棍都有涉及到，其实这是裁判喜欢看的哦。可惜一个小失误，在这里的速度展现就很好哦，放棍完了接棍子回来也是小小的接零失误哦。好，也可惜哦，这边左右放棍的时候，他没有真的绕到，角度不对，让这个铃直接飞走了哦。好，他刚刚利用双铃加速的时间呢，一边过场一边加速到另外一边再起3铃哦，这个是也蛮常见的一个编排。除了选手可以休息之外，同时扯铃也有加速到哦。哇，3铃时间差是一个很特殊的救法。我现在看起来是希望要先求稳的动作。像他这种就有点可惜，他刚刚明明滚抛了起来还不错。通常呢，我们快速送高2颗铃的时候，你先接低的，再接高的。可是他刚刚很不巧的，他2个铃一样高，他有点左右为难了，我不晓得要怎么接哦，有点可惜哦。看起来是有一点舞蹈底子的哦，这个选手。对。所以王嘉玉今年高2哦，他也是有参加今年度在新北市的议长杯扯铃的锦标赛。那最后的话是有拿下甲类个人赛的公开女子组第1名。议长杯应该是新的比赛，应该是这2年对，他是第2届。所以我想他今天所来的那个身份类别，应该是会让大家注意到的。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准备功课的时候，有看到有蛮多是在县内或者是市内的比赛，包括是市长杯，然后议长杯、教育杯、青年杯，尤其是在这种比较基层的，对基层的里面哦。好，接下来这一位的话是陈永瑜，这个是来自国立嘉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所以是嘉义高工，嘉义高工的同学。哦，他的服饰轻飘飘的哦。对，通常会选择这种轻飘飘的，可能它后面会有一些旋转的呈现。我们看一下这个服装是不是他刻意搭配的哦。他的服饰应该算是我到目前这样看起来，以早上的场次看的话，有比较有这个装扮过的，有一点变化的，对，有比较不一样。因为在这个像我们都说这个是升学指定杯赛嘛，就是唯一升学有加分的比赛。是，通常我们会选手能穿的就是运动服装，所以如果他的衣服没有办法 pass 运动服装或者是他的练习服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评分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观感的差异哦。好，它这个也是一个 butterfly 的套路哦，算是稳扎稳打型的哦。好，这里应该可以处理一下。
好，双领滚抛，接一个背后带，再接一个放棍，这个算是一个技术难度的堆叠，再一个渐层抛收，还可以哦。这里可能要救一下哦。对，他刚刚因为第一个放棍这边失败了，他后面现在要很可惜哦，等于他直立零完全放弃哦。他在这边可能他套路塞得太满了，没有留给这个失败的过程，可能有一个后路哦。等于他直立零就没有呈现了。哇，其实他后面不用做那么多滚抛，他前面的分数其实已经拿得很足了哦，但是他后面还多做了2、3次的这样子滚抛哦。好，这是陈永瑜，今年到嘉义高工啊，这个是小高一，那去年才从云林的口湖国中毕业哦。特别介绍一下哦，这个陈永瑜在去年度，应该是说今年度啦。今年度他们在口湖国中的这个毕业典礼上面，他有一支影片很好玩，因为他们去年度口湖49个这个国三生一起来台北做毕业旅行的时候，当时陈永瑜就是带着扯铃一起出来啊。对，在毕旅的时候呢，就拍了一支关于这个扯铃的影片呢，还一路拍到了总统府。就总统府那边好像在府前的拍摄，还引来了宪兵的关切。不过最后也是带着这个礼物哦，然后送给了这个口湖国中的这些小朋友，49位的这个国三毕业生。那今年度的话，现在看到他是在嘉义读书。不过其实他当时的那支影片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就发现哇，好帅哦！真的、哦，小朋友对于这个扯铃上面的掌握度，还有他的这个表演性，非常非常的高。接下来看到的是郭竹云，这个是竹南高中的同学。这边竹云选择的也是一个连续棍子的这个抽放哦。现在很多的扯铃表演已经慢慢的转型到了一个棍子的展现了，不是执着在铃的上面哦，再做一个定点卡住的前后伸转。好，从放棍开始进到双铃。它目前1个铃的变化和2个铃的变化都是在同一个技术难度区块哦，都是在这个放棍的这个区块哦。现在才加入了一些回旋的，回旋完的时候高抛加一个反的放棍，刚刚那个张力做得很足哦。好，可惜轨道不对，在后面他直接放弃哦，他没有选择去救铃。
有失误发生哦。对，但是刚刚这个每次在这种小绕线的这个放棍，它确实速度很快，所以很考验选手的这个瞬间反应哦。好，换手利用身体做一个折返哦，他在这里有点速度有点不够快哦，他身体可能帮忙推一下，让棍子回来快一点。好，他30做的比较大哦，看得起来他还是有一点手部肌肉有一点僵硬哦。肩膀好像还是有跟。没错，他现在30选择做一个滚抛之后就放下来，不晓得会不会再起哦。对，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30简单做了一个滚抛之后就直接进入40哦，他这边就是直接走加分点，他不做堆叠，他就是点到为止，加分就换动作。哇，他这是很明显一抽开的时候，整个下面的3个0的轨道不对哦。然后郭竹君哦，来自竹南高中的同学，他是竹君，我刚刚一开始看错，不好意思。那竹君的话，他在整体的表演上面呢，我想应该也是会紧张了，有点紧张，但是他其实他的技术难度呢，在放棍的地方，他其实放棍的动作表现得很好。在这个我们看到的经典动作，这个慢动作的单铃的放棍，还有双铃的放棍，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强项。但是在做3个0、4个0的堆叠的时候呢，这边的话就可能不是他最琢磨的区块了。对，因为刚刚看他在30上面的话，30是有做出来，对，但是他就是还蛮快的就把它给收掉了，没错。然后最后的40的话是 ending 的动作，但是算是没有做完整。没错。谢雨晴，这位是来自竹南高中，2个竹南高中的同学，那相继的来出赛。他们这个竹南高中的选手哦，应该都是来自苗栗的后龙国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后龙也是这近可能有8年哦，蛮厉害、实力蛮好的一支队伍哦。那他们如果进到高中有持续在练习的话，可能就是进到这个竹南高中哦。那谢雨晴的话，她应该是学姐喽，她应该今年是高3哦，对不对？她也一样哦，选择了一个放棍的动作，但是加入了肢体的展现，进到背后哦，那这样子层次又不太一样了。好，做了一个经典的放棍，反边抽拉放，再进背，她是蛮喜欢进背的动作。好，这里处理得很好。好，他这边选择的双铃的动作呢，都是做回旋哦，再做一个放棍收尾哦，所以刚刚有别于上位一个选手，他们做的技术层面是不同的哦。好，这里是一个弹跳哦。直立铃拿出来，失误哦，所以重新再调整。
对，而且他现在没有在做上面的动作了，他刚刚本来是抓着线的中间这种折叠的这种放棍，他反而走回去经典的抓棍放棍。哇，他的铃现在都是有放好的，对，放得很整齐，放得很整齐的那种。他在这个高抛的是目前变化里面算多的哦，因为选手有些喜欢做高抛的变化，有些喜欢做线内的变化。他一开始高抛的变化，他的稳定度比起其他人，我觉得他是今天高抛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对，他的高抛做得很顺，对他轨道拿捏得很准，而且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刻意，就是很日常的感觉，对，轻松的。好，40对他来说也是轻轻松松。你看他轨道上的很好之后，他收也是很轻松的可以。看起来相较放棍的话，好像做这个才是他比较有信心的事情。就是感觉他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高抛，然后送高降落的这里这样子。谢雨琪呢，111学年度在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扯铃的双铃赛里面是有拿下女子组个人赛的特优。那我再看她今年113学年度，所以我刚刚在想说她应该是高3的学姐了啦。也算是在自己的这个高中生涯最后一年度的全国中正杯了。再来试看，对，她要下一年就要参加公开组了，对，就要升上去了。对。那接下来就是小大一的生活。对对对。我觉得画面上面的这个在30上面所做的高抛，我真的觉得他做的非常非常顺。对，他的力道很好，力道很好之外，还不会超出这个高度。好，接下来，他的服饰也一样，但是他是苗栗高中的肖慧君。他们都等于是同一个，都是从后龙国小出来的一个选手。好，他做的是一个经典的双抛棍哦。现在的选手比较少做双抛棍哦，但是我们还是蛮喜欢看到这种空中棍子跟扯铃同时离线的这种招式。哇，很漂亮的一个放棍金背，很优雅哦。他刚刚在背后很优雅的就接到2只棍子，很准确。好，做了一个双手放棍了之后，左右手交换哦。他现在就是因为有一点打结，不过他解决的蛮快的哦。哦，这边可能是不晓得是他刻意编排是怎么样，他的后面并没有重新
把这个零再接回来哦。对，而且他直立零算做的比较快，比较少，而且比较少。对。很可惜哦，他刚接的时候手部有一点高哦，所以让他接的时候容易弹走哦。同样也是有做一些不同的这个变化，但是最后 finish 没做好。对，很可惜都是在收，其实收零的地方真的是最难的，因为零数也没了嘛。是，所以那个时候零是最容易歪斜或者是喷射的哦。哦，他开的时候很明显，这个开的力道不足哦，没有滚起来哦，再救可能都难度比较高了。这个是萧慧君，那慧君的话，跟我们刚刚有看到的竹君哦，这两位都是从维珍国中毕业的。那感觉起来的话，包括是刚刚那个谢雨晴，应该也很有机会是从维珍国中这边，就算是一路一个体系升上来。那慧君的话，在去年度在全国中正杯里面是有拿下女子组双人花式扯铃舞台赛的冠军。那当时她所代表的是维珍国中。那今年度的话，应该也是小高一上来哦。但是她不是去竹南高中，她是去苗栗高中。有可能也可能因为住的地方啊，或者是高中应该就是要看考试成绩了，会不会考上什么学校？哦，也有机会。对，就是他们。像刚刚你说的，他上一次比赛是比双人嘛？对。像在这扯铃里面呢，你双人赛的技巧难度跟个人赛的技巧难度其实是两回事。哦。所以他在这边可能要做一个技术上的调整哦，他才有办法来比个人赛。苗栗军艺高中，这个是私立的学校。这位选手是吴念真。好，连续放棍哦，不疾不徐的。我觉得他的很可爱的是，他一边做他是面带微笑，对他很享受。我刚刚就是在想这件事情。对，那他你看哦，他是选择穿短袖，然后戴上这个手套，因为有的时候手部如果流汗的时候，在绕手或者是线碰到手的时候，吸汗的时候，有些动作是不好做的。所以你看他确实，你看他确实有这种双重绕手的动作，这个袖套确实是在帮助他的，没错。好，他这个双铃开场其实开得不错，这种高抛的开场难度不是最高的哦，但是在现在大家少做的情况下哦，他是技术难度比较跟一般的选手有差异的。好，他就走回了现在大众喜欢的连续放棍的哦。而且他的那个脸部的那个表情是真的让人感觉到可爱哦。对，他很享受在这个比赛里面。对。加了一些在体操上面的动作。我目前看到这3位来自应该说差不多地区的这些选手，对，都是苗栗。对，他们的直立铃走的路线都比较慢，相较我们上一场比的男生，他们喜欢狂野快速的风格，这种属于比较中性调。你看他线拉的比较长，其实曲风有不一样，他们选的背景音乐的曲风也都有不一样。像我们刚刚在这个男子组上面哦，是经历了一波电音洗礼。对。那现在的话，可能在 EDM 的这个元素就比较少一点，缓和一下。对。
好，他30打开的时候直接做高空哦，跟上一位同学一样哦。可惜哦，他本来要做一个轨道的展现哦，不是经典的轨道哦，而是3条线的这样子弹跳哦，但是没做好就很容易有碰撞。重新再运起30。啊，滚抛也是可惜的。其实这种有一点辛苦的是，30通常线要比较长，滚抛又要在你的手部以内完成，所以它必须要在你手臂的长度跟线的长度中间做取舍哦。所以他刚刚打到手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哦。哇，40，这次不小心，对，不小心，其中一个原本在线上的0滚下来，那还来得及捡吗？没有，他选择直接放弃。对，最后的话就是用30来结束。吴念真在去年度高1的成绩之下，是有到2023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扯铃竞赛里面。那最后的话也有拿下在青少年女子组的个人舞台表演赛冠军。同时，哇，她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扯铃竞赛里面成绩很好哦。除了刚刚所讲到的那个女子组的个人舞台表演赛以外，还有公开双铃的挑战赛也是有拿下名次的，还有公开直立铃的挑战赛，以及最后是县内4铃的耐力赛。对，所以她在去年度是高1，那今年就是高2了嘛。对。那当然，他这个表演的话，我觉得一开始是很顺，包括就是他的这个表情是很享受的，是非常 enjoy。但之后在30跟40上面，其实相继都有失误，对，就比较可惜了。那等于说他的失误其实是比较晚发生，也可能就是老师您刚刚有讲到的，肌肉极限，对肌肉的极限哦，这个可能是肌耐力上面要渐渐的靠着时间去累积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话，这位是新竹女子高级中学的洪令英。刚刚连续放棍要做一个折返哦，可惜没有接到哦。第2次尝试这个背后接的动作就很漂亮。哦，刚刚是有别于这个铃跟棍哦，他做了一个身体的极限的转身哦。就是我们看到的，除了扯铃的变化，还可以棍子的变化。那他刚刚做的是一个身体的变化。好，旋风金钩接一个经典的双抛棍。好，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蛮经典的一个套路。好，做了一个双铃的错位的一个放棍哦，套路比较短，但是也是蛮精实的哦，稳扎稳打的把它完成了。好，高抛的放棍，一次做的是直立放棍，一次做的是横式的放棍哦。虽然它的2个放棍的角度不一样，但是还是算在同一个难度区块里面。
哦，30滚抛也是选择一个基本的变化哦。好，再来是321哦，一个错位，可惜哦，不然这边接到的时候算是下一个加分的技术难度点哦。他在这里30的线其实已经不算是长哦，他还用同样长度的线继续挑战40哦，在这里我还蛮期待的哦。好可惜哦。哇，非常可惜哦，跟刚刚吴念真发生的一样的状况，就最后的 ending 40是没有上去。那洪玲英在主女哦，她原本的话是在建台高中的国中部。那她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民俗体育的竞赛里面哦，以扯铃的这个项目来讲，成绩算是还蛮不错的。每个学年度其实都是有拿下名次的。那今天感觉上来中正杯所这个表演的内容上来讲的话，可能难度上都不会是这么高的，比较是以稳为主。那最后比较可惜的就是一样啦，40，但是没有起来。对，他目前看起来像是一个全方位，他全部都有练的，但是还找不到他的一个最专门的，或者是他最投入的一个技术难度区块。好，那紧接着我们在 A 场地要看到的这位是庭元。那么这一次在中正杯里面所转播的场地就是只有 A 场地而已，在扯铃的项目上面哦，那 B 场地是在另外，就是算是在对面嘛，但是并没有转播服务。好，这个是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的庭元。有一点可惜哦，他准备要开始他的这个放棍套路的时候，就小插曲哦，一个0没够到，后面就没办法做了。现在看得起来，直接从中段直接加入，开始回归他的动作套路。可惜哦，真的只有做到结尾，前面的亮点可能都没有看到。好，他的这个放棍之后，背后连续放棍背后接，算是目前的选手做得很流畅的哦。好，他在这个背后的回旋啊，背后的放棍啊，他在这个身体的这个角度拿捏得很好。他除了刚刚一个0有做，刚开头的到中间的已经出现了2次这个技术区块的动作哦。好，双0滚抛接转身，正的反的他都有转回来。哦，手部的折叠，再接到电风扇哦，再接放棍，这里处理得很漂亮哦。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失误哦，直接抓停哦，有没有放弃什么动作，我们就不晓得了。好，这个是很经典的哦，加上一个身体的变化，这个可以在这个身体难度可以做加分的哦。
好可惜，他在滚抛的时候要做一个折返哦，是折返的地方失败。其实他前面的滚抛完成度是很高的。所以他的直立铃是放到最后来做。对，他等于是他没有做到后，他没有做那个4-0嘛。对对，那当然他其实直立铃他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你要不要选择把每个动作都放，让你的表演很碎片，还是你选择几个你比较好发挥的，然后给它有一定的长度？那我想他这次的选择就是选3大区块：直立铃、单铃、双铃。包含3铃4大区块哦，来做呈现，没有把它拆成5个小 piece 这样子。是。那庭轩的话，他在今年度的北市中正杯是有拿下扯铃个人的一个名次。那他的学校其实还蛮好玩的，我们等等再来稍微聊一下他们的学校啦。那现在看到这个是松山高中的许佳宁，那刚刚的那个是数位实验高中 T School。他那个算是还蛮新的，就是也是因刚好现在的这种学籍上面会认为说，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安排，所以有这样子一个新的实验学校。因为在我以前读高中那个时候也没有听过，对，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实验小学，像国语实小，对对对，他可能在课程上面的安排就不像是我们一般高中对那么的制式化。松山高中的许佳妮，这个也在女子的高中组里面算是后面的选手了。哦，他把他的套路延伸蛮长的哦，从脖子开始往下做到腰。一般在脐带要结束的地方哦，他又加了自己的可能有5秒的长度哦。哦，他做了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点的放棍哦，虽然这边说简单，其实这些招式绝对是不简单哦。好，做了一个反向的定点折叠回来。现在的选手都很喜欢做这些放棍的动作哦，可能是现在的一个技术潮流哦。所以很多选手在选招上面的相似度蛮高的。好，这里放棍放得很漂亮。背后再接了一个放棍，这里。好，虽然后面有动作可能没有做，不过这边拯救回来算是惊险成功哦。好可惜，他刚滚抛结束的很漂亮，可惜最后中间那个弹接哦，有一点位置没抓紧。
其实他们这种做身体的折叠，他不只做身体的折叠，他也做脚部的折返哦。其实这个都是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呢，你身体多流一点汗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线咬住。是，所以其实它还蛮有一点小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哦。好哇，过脚起来放棍，你看他在头上接，所以他直立铃的这个高低的转变，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哦。可惜的这个直升机没有救到哦。刚好也要到 ending， 所以也来不及，也不拿了。对，好，嘉宁，他是从扯铃的重点学校弘道国中毕业的啊。那来到松山高中，因为他在弘道的时候，他所拿到的成绩也是还蛮多的。对，毕竟弘道，我们在这一次应该也会看到。其实现在选手如果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他们都必须要面临转型哦，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会走团体赛，因为人多，再来走双人赛，再来走个人赛，所以他们自己也要进步，就是编排的方面要开始依靠自己，或者是没有队友的支援的时候哦，他在这边可能也需要很大的磨练。万方的黄瑜恩。对，其实这次在出场序上面还蛮好玩的。同样的学校会尽可能的排在一起，那看起来连区域都有，苗栗一路看到台北，然后接下来进入到万方、木栅、景美那一带。对他背后放棍放得很漂亮，他在这个连续甩棍的传接，我觉得他在这边他处理得很好，很适合他哦。好，第一个动作难度层面，他是在放棍的动作；第二个在身体前面，他也是选择了在连续放棍上面。一样在进背哦，这里应该是他的特长。哇，他第3次做了一个进背的动作，好，一样哦，下降到腰部，看他后面有没有一个特别的结尾。好，他目前做的3组动作全部都是这个放棍层面的哦，比较少看到这个扯铃的回旋呐，或者是一个肢体的一个加入。好，有别于刚刚的放棍区块哦，他这边做了一个回旋的一个大的单手放哦。好，再做一个高抛的单手放，接双抛棍，其实这边速度张力是很够的哦。可惜选手如果要同时看空中的铃，再看旁边的棍子，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哦。有的时候根本就是凭身体感觉的哦。好，时间差直接接滚抛也是很流畅哦，轨道拉得很好哇！你看他的脚步几乎完全没有移位哦，算是一个很熟练的选手，他前面完全没换棍子哦。
哇，他今天手感真的是很不错哦，他整个力道还有马上接棍子那个精准度。对，看起来从前面可能一开始上来比较保守，一路到后面整个信心都来了，所以动作也开始有打开了，他整个气势都出来了。对。好，有一点可惜哦，这个扯铃跟身体走不同的方向，接的时候这个就是那0.1秒的事情哦。这又是失误，再加一次失误。看来后面是没有时间了，没有办法去捡了。好，这位是于恩，来自万方高中的同学哦。那他跟我们刚刚前2个看到的嘉宁还有田轩，他们3位选手的话，都是在这一次全民运的这个北市的代表队选手。那也包括是导师您的小朋友千桐也是嘛，还有我们今天早上一早看到的第一位选手郑康怡，他是队长。对，所以这几位选手如果想要再看到他们比赛的风采，就是看今年度的全民运。对对对，他们都是从这个台北吴兴国小出来的，所以他们其实最好招募的就是从同一个小学出来，同一个体系嘛。那大家都有共同的招式名称，那运铃啊、加速的习惯，所以很快速的可以组成一个队伍。是，那当然他们去比赛也是有经过甄选的，台北市甄选一定是从台北市拿到了第1名之后，才能够进入全民运动会的比赛的。是。紧接着要登场的是木栅高工的高明秀，然后他的服饰上面的话也是有特别设计的。这样就会让我还蛮好奇，他等下选的歌会是如何。没错，你讲到重点了。通常我们期待的是他的衣服跟他的服装也是有搭配的。对，他是目前第一个在单头铃有做，但除了打地这种打地动作以外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双抛棍。好，做了一个下腰接一个云手，在没力之前就有把它收住算是成功了这个规定指定动作。今天蛮多女生选择的套路都是这种背后的套路好，有别于其他的选手做了一个快速的连续小放棍，他选择是大的放棍好，有点可惜第2个起铃的时候，他的位置没拿捏好有的时候太后面的时候是来不及往后去救铃的好，一个挖铃之后双手放棍，可惜左边的有一点点拯救成功。好，3铃抽线开的时候，哇，开掉了。对，他选择了直接做高抛的变化但是就是像这样子，他如果拉的时间点不对，他就容易左右分叉，这个时候你就再也救不了了。那没有预备铃的选手呢，他就没有3铃可以做动作了。
哦，他收回来，他是用一个比较保守的，直接套零的进去哦，没有选择再用放棍的空中拦截哦，选择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好，他的线势也是很稳定的哦。啊，可惜滚抛他拉起来的时候有点太黏了，不够果断，所以他的这边高度不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内回旋。高明秀这位木栅高工的同学哦，老师，我想问一下，他跟高仰德是什么关系？她是高仰德的妹妹，所以两个人一起哦，一起来比赛，哥哥比公开组，妹妹比高中组这样子。哦，所以妹妹的话，她原本不是在明伦吗？她是又有转学了，是不是？嗯，可能哦，可能有一些生涯下重新的规划哦。所以他现在挂的话是在木栅高工啦，因为原本看他从木栅国中的时候是上到明伦高中去，那哥哥今天是在公开组又出赛嘛，对，然后妹妹的话是在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粉丝专页啦，哦，可以去看一下。女子高中组的个人赛也准备要进入到最后的2个选手了。现在在画面里面的这个是北一女的范丞真，看得出来陈真她的零是比较多的哦。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选手可以做取舍，他在哪边如果不要放那么多零，是不是可以让整个摆放的时间缩短，然后画面的整洁再提升？是，对。好，范丞真，这是北一女的选手，一开始也是单头零来开场。哦，他的放棍没有选择在手部做放棍，他选择在脖子做放棍哦，身体再做一个360的旋转哦，他刚刚是很利落的成功。好，接放棍的方向转变，从直的变成横的哦，马上进到腰部，今天的处理都还算不错哦。好，慢慢的时钟摇摆，缓一下正脚，再重新开始。哦，整理的不错，因为连续放棍的动作有的时候会脚步停留的时间太久，他选择了做到中段，脚步移动，再做另外后面的一段，这样看起来画面比较有变化。好，一个抽线放棍，再一个双手交叉放棍，再一个大放棍，对，它算是有3层的堆叠哦。可惜回来的时候没有绕对哦。不过看得出来，它在这个层次的堆叠，它是有巧思的哦。好，一样30开线的时候直接接滚抛，小心哦。还有可以有救回来，还不错哦。哎呀，
哦，他40是想要拿1个分而已，就是展现他的这个40的线内运龄，拿分的时候他就不做了。对，看起来在女子的高中组别里面，算是少有40有。那他在刚刚放棍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有这种双节棍的感觉哦。他选择再做一次。哇，我很喜欢这个动作，直立的快速左右旋转，再转成横向旋转哦。好，范丞真，哇，他的动作完整度还蛮高的哦，而且看起来技术分上面都是有琢磨过的。而且他有一种自己的感觉，你看得出来，他某些动作有他自己他想做的方式，不会因为现在潮流哪些加分点比较多，他就做那些，他不会。尤其他刚刚最后的放棍，从左右的再接横向的，目前我们看到所有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做。所以我在这里我是觉得蛮敬佩他的，我做自己喜欢的动作这样子，就是很有自己想法的那种选手。没错，因为有的时候你挑战嘛，不一定这个动作会受到现在潮流的现在这种裁判的一个青睐，不一定。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对选手来讲也很难去定夺，就是你究竟是要拿分数，还是你上来你要开心，你要去找一个平衡。对。那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你做的开心，然后你分数也很高，也拿到了。对，但那个就是变成说你是要用你的技术去堆叠，甚至是你要再多加入一些完全是不同的元素。像我前面有提到，在公开组里面有一些男子选手，为了要增加自己在观赏性上面，所以他们选择去学街舞。对。那有的时候就是缘分。好，中立高商的吴云珍哦，这个也是在今天女子高中组个人赛预赛里面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好，经典的套路哦，旋风金钩，再接了一个左右回旋之后加一个双抛棍哦，算一个用这个双抛棍的方式来展开它整个演出哦。连续放棍的部分，因为它的绳子比较长哦，所以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绳子不确定性也会比较多哦，所以刚刚做的不是最完美的哦。好，双放棍再加上这样层次抛铃，刚刚层次的高度拿捏的也很准。好，一样电风扇接滚抛接双，哇，它的双抛棍如果这边接到的话，它堆叠上去的话，难度分也是不错的哦。好，一个长度360内方棍，再接绕线直升机。哦，这边收的蛮漂亮的哦，再加一个侧翻，算是一个很流畅的一个扯铃的一个替换过程。
啊，还不错，惊险的成功了他的滚抛时间差哦。虽然有一点点歪，但是因为他其实他脚步的编排满满的，那他就一直有这种动力的时候，他马上去救灵的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加分点。好，40也是走一个点到，就是有完成就好了，这样子没有技术的动作。应该不是说没有技术，40就是一个很高的技术，只是他没做招式这样子。吴云珍，那今年的话，他也是这个桃园市在全民运里面的代表选手嘛。哇，他身上的那件衣服，我是不是在公开组的时候有看过？我也觉得好像刚刚看过一次，因为我特别讲过他那个云。没错，他应该是某一个单位的这个衣服啦。等一下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位选手。等等再下去的时候再问问看，怎么刚好是公开男子组跟这个女子的高中组都有这件衣服？对，还蛮好看的。不过吴云正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最后一个组别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我想今天我们这样子一路看了一整个早上。那在整体上来讲的话，当然，一定会有失误产生，而且不一定就是一定可以完美全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任何一位是完美全上，但是我想如何在失误后面继续的把自己的这个整个表演给完成，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在上午的预赛当中呢，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其实真的都是瑕不掩瑜啦，都是非常尽力的去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套路呢都给表演出来。对，那我们在早上的时候，这3组就会是我们今天所先看到的一个预赛。到了下午场的时候，包括是高中的男子组，还有国中的女子组，也相继的都会上场。所以到时候也请观众朋友们要持续的来锁定今天早上的转播工作，在这边要准备先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老师上午在旁边的陪伴。我是秉承，我们下午见了，拜拜。